秦朗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在我办公室装窃听器，还私家侦探跟踪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秦朗坐在意大利手工沙发上，姿势慵懒，大脑却在飞速运转。3秒钟前，他还是通宵赶方案的社畜，下一秒就被涌入脑海的记忆瘫痪。他穿越了，穿进了昨晚刚成了跟自己同名同姓的大反派，那个被男朋友封锁成他就是的气氛反派。是吧，大哥？别人穿越当主角怎么越告诉你，这婚约我受够了，我穆雨嫣就算单身一辈子，也不会嫁给你这种卑鄙小人。赶紧解除婚约，以后别再纠缠我。解除婚约？行啊，我们一起。你说什么？你居然答应了？穆雨嫣了，谁不知道秦朗为了追求她，在他公司楼下躲了3个月，下雨送伞，生病送药，甚至为了他对别的追求者大打出手，活脱脱一个顶级天才。不然呢？难道还要我哭着求你不要退婚？穆总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你解除婚约吧，我不反对的。你跟穆家那边说清楚，让穆家开这个口。你这是在胡搅蛮缠。要是穆家主动提出解除婚约，肯定会被秦家打压的。你这是在要挟我。要挟？我需要要挟你？10年前穆家快破产的时候，是我爸一句话稳住了穆家。现在翅膀硬了，就忘了谁给你的遮风挡雨了。宿主身份确认，天命大反派系统绑定成功。来了，穿越者的标配金手指终于到了。本系统致力于辅佐宿主成为顶级反派，碾压气运之子，夺取机缘获取天命反派值，可用于抽奖或兑换技能。当前任务：改变原主舔狗命运，与穆雨嫣达成虚假婚约协议，奖励反派值1000点，或者婚约暂时不解除，对外假装我们感情很好，等我啥时候灭了，再主动提分手，到时候穆家面子也保住了，你也能解脱，双赢。你想干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别想耍花样。我只是怕穆家主动提退婚，到时候我爷爷生气，后果你承担不了。穆雨嫣陷入纠结，她比谁都清楚秦家的实力。如果是秦朗提退婚，穆家顶多丢点脸；但要是穆家先开口，那就是忘恩负义。秦家动动手指就能让穆人国际万劫不复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必须保证，除了必要的公开场合，不准碰我，不准干涉我的私生活。剧情改变，宿主达成虚假婚约协议，获得天命反派值1000点。那可不行，情侣之间牵个手很正常吧？要是被人看出破绽，吃亏的可是你。就当被狗咬了一口。女主角穆雨嫣产生强烈情绪波动，获得反派值300点。对了，提醒你一句，别穿这么紧身的 OL 装出门，容易被坏人跟踪。我没看错吧？禽兽居然搂着总裁，不是说总裁最讨厌他吗？这剧情反转也太快了吧！昨天禽兽还在楼下淋雨求见，今天就抱上了。大家停一下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穆总是我女朋友，之前有点小误会，现在解开了。以后谁要是敢欺负她，就是跟我秦朗过的。秦朗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女主角穆雨嫣情绪波动加剧，获得反派值600点。那个戴眼镜的型，昨天是不是在茶水间说我是舔狗？没事，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如果你要是再敢议论我女朋友，明天就不用来上班。禽兽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这样真，以后没人敢给你穿小鞋。带你去视察一下你部门，我还没见过我女朋友当总裁的样子。秦朗搂着穆雨嫣在办公区转了圈，所到之处员工们无不惊讶。穆雨嫣从一开始的抗拒，到后来的无奈，再到最后干脆脱病吐血，全程冷了1整脸，却没再推开秦朗。这一路下来，秦朗心里开始一直问：反派值蹭蹭上涨，你信是不是玩我？我一个大好青年，我就肾虚了。这锅我不背。宿主继承原主身体，原主长期熬夜讨好穆雨嫣，酗酒抽烟导致体质虚弱，建议宿主使用反派值抽奖或兑换体质改善物品。行吧，先来个新手大礼包，穿越者都有个待遇。新手大礼包发放成功，获得技能亲和等级1，获得物品体质改善丸10颗，获得属性点魅力13。不错，全部使用。抽奖10连抽，剩下的天命反派值全部抽了。恭喜宿主获得体质1，恭喜宿主获得初级钢琴技巧，恭喜宿主获得中级钢琴技巧，恭喜宿主获得邱阿姨写真1本。还不错，除了抽到几个有点怪异的物品，其余的都算是有用。秦朗只觉得之前的疲惫感一扫而空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体质在增强，颜值也提升了不少，帅得让人离不开眼。体质16，魅力98，这才像个反派该有的样子。奢华的欧式别墅客厅，秦朗慵懒地靠在真皮沙发上。少爷，这保洁干活毛手毛脚，把您从拍卖会上拍的元代青花瓷给打碎了，按规矩得让他赔偿。秦朗的目光在苏小小身上扫过，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严肃之情。眼前这个土里土气的保洁小妹，竟是后期能影响主角叶枫角色的隐藏大女主苏小小，也是叶枫的青梅竹马。原主就是因为打碎花瓶这件事逼迫苏小小，还打孤儿院地皮的主意，才给了叶枫英雄救美的机会，被狠狠打脸。秦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擦柜子的时候没拿稳。您说多少钱，我一定赔。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？
就你1个月5000的工资，赔着800万的青花瓷，怕是要从清朝打工到现在。原主也是脑壳有包，放着王家不跑，非要去惹主角的女人，这不整虐吗？苏小小是吧？抬起头来，苏小小一抬头，秦朗不由得暗叹，纵使穿着土气的保洁服，也掩盖不住她精致的五官，这颜值放在娱乐圈也是顶流级别。800万，你打算怎么赔？不吃不喝干133年，还是说你想让你那孤儿院的院长来替你跑？不要，别找院长，孤儿院本来就缺钱，孩子们还等着交学费。我可以给您打工，我什么都能干，打扫卫生、做饭、洗衣服，我都做得好。求您别找孤儿院的麻烦。打工？我这别墅不缺保洁，也不缺厨娘，不过我最近确实缺个全职保姆，月薪1万，包吃住，干得好，这800万的账，说不定我就忘了。真的吗？月薪1万，包吃住？剧情反转，宿主为压迫苏小小，反而提供工作，获得天命反派值1000点。我秦朗说话还能不算数？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干不好，照样追责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都能干？能干，我真的能干。我在孤儿院就经常做饭打扫，保证让你满意。当保洁，累死累活1个月也就5000块钱，而且不包吃不包住。现在这待遇，简直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。苏小小产生感激情绪，获得天命反派值200。这女主就是行走的提款机啊，比穆雨嫣还好薅。秦朗靠在床头，手里把玩着手机，屏幕突然亮起，显示穆雨嫣的来电。秦朗挑眉，按下接听键。秦朗，明天来我家一趟。没空。说完，秦朗就将电话挂断了。女主角穆雨嫣产生剧烈情绪波动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00。穆雨嫣再次打来电话，我妈来了，点名要见你。我们现在还是契约情侣，你至少要配合演戏。什么时间？明天中午。好，秦朗再次挂断电话。女主角穆雨嫣产生剧烈情绪波动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600。听着机械音的系统提示，秦朗咂舌，拒绝有反派值拿，他也有反派值拿。穆雨嫣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小金库啊，太能生产反派值了。清晨6点半，餐厅的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精致的早餐。苏小小正在擦桌子，听到脚步声连忙站起来。早餐做好了，您看看合不合口味？不合我再去改。不用改，我不挑。对了，你夜没睡？我把别墅的卫生都打扫了一遍，3层楼都擦干净了，您检查一下。啥？你一个人把700平的别墅打扫完了，那不得了一摊了。还好，在孤儿院经常干重活，习惯了。味道不错，比以前那厨娘做的好吃多了。以后早餐就交给你了。对了，吃完跟我去趟商场，给你买几身衣服。不用，我真的有衣服。这是工作福利，收下就好。主要是得给我自己买衣服去，家里衣服倒是很多，但原主的品味我不敢苟同。巴不的是要把品牌的 logo 给印在心口上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穿着的衣服多值钱，就差在自己脑门上写上富二代3个字。好吧，谢谢您。苏小小产生感动情绪，获得天命反派值100点。我去，这帅哥也太绝了吧！这气质，妥妥的豪门大少啊，比电视剧里的男主还帅。帅是帅，就是眼光不咋地，怎么带个保洁阿姨出来？我就不该跟来的，穿成这样，肯定给秦少丢脸了。要是被辞退，800万的青花瓷我根本赔不起，孤儿院也会受牵连。磨磨蹭蹭干什么？过来，跟紧我。秦少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给您丢人了？要不我在外面等您吧。我秦朗带的人，就算穿乞丐服也有排面。原书里叶枫就是带苏小小逛地摊都被吹成真爱，我带她逛奢牌，怎么就丢人了？就这家，进去挑2件，当我秦家的保姆，总不能一直穿保洁服。芬迪，秦少，这里的衣服太贵了，我买不起的。我租的房子里有换洗衣服，不用买这么贵的。谁让你自己买了？我出钱，算员工福利。我要去对面买西装，你先去挑，一会我来给你结账。秦朗走出西装店，目光扫过芬迪门店，并没有看到苏小小的身影。当他走到门店侧面的拐角时，一抹熟悉的蓝白色条纹映入眼帘。苏小小正蜷缩在角落，双手抱着膝盖，肩膀微微颤抖，低声抽泣着。让你挑2件衣服，怎么还挑哭了？我又没让你自己出钱，至于吗？秦少，我能不能换一家店？这里的衣服太贵了。换一家，换家几10块的地摊货，那跟你以前穿的有什么区别？我秦朗的人，穿地摊货出去，别人只会说我苛待员工。走，进去。今天这衣服你必须挑。别哭了，擦擦眼泪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弄脏了您的丝巾。回去后我洗干净了再还给你。这丝巾不是我的，是从那上面抽下来的。你们这条丝巾是他看上了，
缠着男朋友很久，都没有舍得买下来，结果现在被苏小小拿去擦鼻涕了。你完蛋了，老大没了，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，你竟然还糟蹋了一条限量版的芬迪丝巾。你知道这一条丝巾多少钱吗？42000块，就连我都还没下定决心要买，你竟然把这条丝巾给弄脏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这丝巾没有弄脏的，我拿回去洗干净的就还回来。这样是不行的，客人。根据我们店里的规定，这条丝巾已经没有再次上售卖柜台的资格了。这下终于干净了，可惜了，这下丝巾倒是有点脏了，不能用了。要不我买下来送给你？为什么送给我？毕竟脏东西跟脏东西是很般配的。你敢骂我？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？不知道，要不你喊来让我认识认识。你给我等着，今天要是不让你们长点记性，老娘就跟你姓。秦少，是司机。秦少刚才是在替我出头吗？女主角苏小小产生剧烈情绪波动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800。这丝巾你要是喜欢就留着，反正都已经用过了，要是不喜欢就丢掉。不丢，可是我买不起。让你买几件新衣服，是我提的要求，是当保姆必须的配套设施。这条丝巾也一样，是送给你的。这件、那件，还有那一片，都去试一下。试衣间门打开，苏小小穿着黑色束腰长裙走出来。我的天，太漂亮了！苏小姐，这衣服简直是为您量身定做的，您穿这身比我们的模特还好看。这就是刚才那个宝洁妹，这也太惊艳了吧，简直是丑小鸭变天鹅啊！这颜值不去当明星可惜了。秦少，好看吗？会不会太暴露了？好看，包起来。再去试那件白色吊带衫和粉色短裙。女主角苏小小产生剧烈情绪波动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800。她刚才试的那几件，还有架子上所有适合她尺码的新款，全部包起来，刷卡。好的，秦先生，您稍等，一共是46万8000元。秦少，太多了，我穿不了这么多的，而且这太贵了。不多，这些都是当保姆的配套装备，算公司福利。再说，跟你摔碎的800万青花瓷比起来，这点钱算什么？秦少，您对我太好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干活的。导购员马里蒂刷完卡，将衣服打包好，就在秦朗拎着袋子带着苏小小准备离开时，店门口传来一阵粗鲁的吼声。蔡勇搂着刘倩倩带着2个保镖气势汹汹的走了进来。老公，就是他们，这个男的骂我是暴发户，还护着这个保洁妹，这个保洁妹还弄脏了我看中的限量版丝巾，你快替我报仇。小子，你是天海市哪家的人？蔡勇看苏小小手里大包小包的，一看就知道花了不少钱。他这几年虽然干包工头赚了不少，但在天海市还是有很多大人物招惹不起。出于谨慎问了一句：秦家？秦青山家的。秦青山，天海是一家小型地产公司的董事长，也算得上是一个小有成就的成功人士。不过在他蔡勇的面前，秦青山根本就算不上什么，还要靠着他给活才能够赚钱。一想到是靠着自己养活的秦家，顿时间就嚣张了起来。小伙子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得罪了人就要做好被报复的准备。你让我宝贝抽几个耳光，再说声对不起，这件事就从此结果了。要不然怎么样？小逼崽子，你别太猖狂了，就算是你爸来了，见到老子也得乖乖的喊一声蔡总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蔡勇本来就是火爆脾气，见秦朗这么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顿时火气上来了。别信，自己是大头啊！巴掌扇了下来，不过打的不是秦朗，却是突然出现挡在了秦朗身前的苏小小。他妈的，老子连你一起打！蔡勇扬起手，一巴掌朝着苏小小的脸上扇去。苏小小吓得闭上眼睛，却迟迟没感觉到疼痛。他睁开眼，看到秦朗抓住了蔡勇的手腕，脸色冰冷的可怕。打人？谁给你的脸？不知道这是我秦家的人，松手！他妈的，松手！我是蔡勇，秦青山见了我都得点头哈腰，你敢动吗？蔡勇，就你也配给秦家？我跟你没完！老公，你怎么样？快叫救护车！滚！都是你惹的祸，要不是你挑事，我能被打断胳膊？秦少，我们快走吧，他要是喊人来就麻烦了。没事吧？疼不疼？放心，打了我的人，想走没门。他喊，我也喊。我去，这帅哥也太猛了吧！一拳打断胳膊，这是练过啊？帅是帅，他太冲动了。蔡勇在工地有一帮大人，等下怕是要吃亏。秦朗掏出手机发了人信息，便拉着苏小小走到休息区坐下。蔡勇躺在地上，一边躺着，一边用另一只手疯狂打电话邀人，眼神里满是怨毒。10分钟后，商场走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13名腹背熊腰的打手雇佣着一个小弟跑了过来。
瞬间将秦朗包围。13名打手穿着黑色背心，露出结实的肌肉，将秦朗和苏小巧围在中间。蔡勇被小弟扶着站起来，断胳膊用衣服简单包扎，脸上满是嚣张的狞笑。君子拎着几个服装袋从电梯口跑过来，看到这阵仗，将筷子往地上一放，活动了一下手腕。就是这小子打断我胳膊的，给我上！打断他一条腿奖励20万，打断2只胳膊50万。兄弟们，上！拿下这小子吃香的喝辣的。秦少，君子一个人打不过13个人的，要不我们报警吧？君子，3分钟内解决，晚上先指连会所，我买单。少爷，您这是瞧不起我啊？3分钟，1分钟都用不了。君子话音刚落，便如猛虎下山般冲了出去，对前面的打手刚要就被君子一脚踹飞，撞在柱子上昏了过去。其余打手见状一拥而上，就在君子眼前扑开，手刀劈下，必有人挡，一脚踢出便觉得很飞，只会不同行云流水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。我靠，这是武林高手吧？一人打13人跟完似的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们是吃干饭的。我上，还有人吗？秦朗，你别得意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和你这保镖打断我胳膊，重伤13个人，我要让你想怎么让我蹲大牢？这商场到处都是恶头，你以为你拳头硬就能无法无天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秦青山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蔡勇得意的笑着，仿佛已经看到秦朗和君子被警察总经理王维山带着10名保安快步过来，蔡勇立刻捂着胳膊迎了上去，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。他以为这是来帮他主持公道的救星。王经理，您可来了，我是蔡勇啊。当初商场土方工程就是我做的，您看我胳膊被打断了，快调监控，把这2个人抓起来。蔡先生，抱歉，没印象。另外，商场的摄像头昨天就全部坏了，没有录像。全部坏了？怎么可能这要求？哎呀，我的腿！这小子袖子里有匕首，是暴徒！兄弟们，快控制住他们！你故意的，你跟这小子是一伙的，一个小小的秦家，值得你这么放屁？我告诉你，秦青山还得靠我吃饭。你搞错了，他不是天海市秦家的人，他是燕京来的。燕京秦家？哪个秦家？这伙暴徒携带凶器伤人，蔡勇涉嫌包庇，一起带走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秦少，王经理怎么帮我们啊？还有，燕京秦家是什么？摇人呗，我说了要摇人，没说只摇君子。至于燕京秦家，以后再告诉你。刘倩倩见势不妙，偷偷溜出商场，连高跟鞋跑掉一只都没敢回头。蔡勇被保安压着往外走，路过秦朗身边时，头埋得恨不得钻进地府。就在秦朗准备离开时，一辆劳斯莱斯幻影缓缓停在商场门口，一个肥胖的身影摇摇晃晃地跑了过来。秦少，您没事吧？接到您的信息，我就马不停蹄赶来了。这群不长眼的东西没伤到您吧？天培兄，辛苦你了，事情办得不错，我欠你个人情。秦少，您这话说的，他乡遇故知，能帮您办事是我的荣幸，谈什么人情啊？追杀我了，这位就是苏小姐吧？果然天生丽质，穿什么都好看。秦少，你眼光真好。唐先生您好。秦少，几天后天还是有个顶峰集会，都是本地的上流人士，都想请您赏光，也让他们见识见识您的风采。既然天培兄开口了，我自然要去。勋，开车吧，中午还要去赴沐雨烟的雨。秦少慢走，有任何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少爷，唐天赔钱不是挺傲气的吗？怎么现在变成这富有命的田鼠狼，还真是堕落。堕落？他是在折服。一个曾经的燕京大少，就算被逐出家族，也不可能甘心当舔狗。他是想借我重回燕京。那您还帮他？养条听话的狗，总比多个敌人强。林婉清端着一道菜走出厨房，沐雨烟坐在沙发上，捂着腮帮子抱怨。秦朗靠在客厅门框上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沐雨烟。妈，您还给他做饭？他就是个纨绔，在我办公室装窃听器，我找的假男友一个个都失踪了。要不是有个好爹，他能逍遥到现在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秦朗那是喜欢你才会吃醋。再说你爸当年不也……爸那是以前，秦朗这是犯罪，我才不要跟这种反派在一起。说得好啊，穆总，我倒是想听听，我怎么就成反派了？安窃听器是因为……算了，不说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偷听别人说话算什么本事？秦朗啊，别跟这丫头一般见识，快坐，阿姨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刚才那句话说的不错，要是没有好爹，我能逍遥到现在。沐雨烟气得跺脚，却又不敢发作，只能坐在秦朗对面，狠狠瞪着他。他指着秦朗的鼻子：“你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家伙。”雨烟怎么说话呢？快跟秦朗道歉！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这般去折辱秦朗，便是他这个亲生母亲在边上听着，心里都不是个滋味，更不要说秦朗了。我不，又没有说错话，干嘛要道歉？他下意识的去看秦朗的反应，见这家伙一点恼火的神色都没有，不免又升起了几分疑惑。今天是怎么回事？他第一眼见到秦朗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分明才1天的时间没有见面，但怎么感觉秦朗整个人都变得俊朗了起来？沐雨烟，我让你道歉，听见了没有？
是不是连妈的话你也不听了？妈，穆雨嫣被母亲这般呵斥，心里面既是害怕，又是委屈，不一会儿，眼眶便有些发红了。阿姨，您别生气，我和雨嫣正在交往着呢，平日里就是这个相处模式，互相说些什么都不会放在心上。倒是阿姨老了，跟不上潮流了，你们年轻人喜欢就好。阿姨这说的哪里话？什么叫阿姨老了？要是阿姨跟雨嫣走上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是亲姐妹呢。林婉清不断给秦朗夹菜，秦朗碗里堆成小山。穆雨嫣刚伸筷子去夹最后一块可乐鸡翅，就被林婉清用筷子挡住。小秦啊，多吃点，阿姨特意给你做的，你以前在燕京就爱吃这个。妈，那是最后一块鸡翅，我跟你抢了3次了。女孩子家吃那么多干什么？小心长肉嫁不出去。小秦是男孩子，得多补补，以后要撑起我们穆家半边天呢。没事，我不爱吃甜的，雨嫣想吃就给她。要吃你夹的啊，筷子上都是你的口水，脏死了。冤枉啊，我用的是筷子粗头夹的，比你的脸还干净。行了行了，小两口别拌嘴了。小秦啊，阿姨最近总觉得脖子发紧，是不是吹空调吹多了？阿姨，正好今天没事，待会吃完饭咱们去医院给你看看吧。去医院干什么？我身体好得很啊。秦朗，你是不是故意找不痛快？我妈身体好得很，你让她去医院看什么？存心膈应人呢。穆雨嫣胸口起伏，显然气得不轻。秦朗没有反驳，只是看着林婉清，语气依旧认真。阿姨，没事做也是没事嘛，就当去做一个体检了。您最近做过体检没有？倒是没有，燕京那边公司里的大事小事一大堆，忙都忙不过来。这次来天海市也是忙里偷闲，只能待个3、4天，哪里有时间去做体检啊？林婉清摆了摆手，脸上带着疲惫，又补充了一句，语气带着对秦朗的安抚。怪麻烦的，医院里面的气味也不太好闻。不过小秦啊，你这孩子有心了，阿姨感觉自己身体挺好的。就是，妈妈长命百岁，青春永驻，永远18岁。秦朗皱起眉头，沉默了几秒，像是做了巨大决定般，咬了咬牙，语气变得异常坚决。阿姨您都这么说了，本来我是不应该强求的，可今天我秦朗作为喜队，必须要当一次坏人了。您是去也好，不去也罢，就算是绑着，我也得把您绑去。秦朗，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？都说了我妈身体好得很，你还在这里胡搅蛮缠什么？是不是非要逼着我赶你出去，你心里才痛快？秦朗露出一副憋屈的模样，低下头不再说话。林婉清看着秦朗的神情，又想起他刚才的坚决，心里忽然一动。雨嫣，你别生小秦的气了，他也是一片心意。既然小秦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去医院走一趟吧，也不碍事。正好也有很长时间没做过体检了。妈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别喊了，妈的身体，妈自己做主。妈，您怎么样？是不是累了？早知道就不听秦朗的了，折腾这么久。没事，就是有点晕乎乎的。小秦也是一片好心，别这么说他。秦朗站在走廊窗边，看着手机上关于冠心病的资料，眉头紧锁。这时，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拿着体检报告走了过来，高声喊着名字：林婉清，谁是林婉清？来拿一下体检报告。穆雨嫣立刻快步走上前。来了，医生，我妈的身体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健康？我就说她没事吧。张医生看了穆雨嫣一眼，又看向林婉清，语气带着质疑和严肃。你是病人的女儿，怎么连你妈的身体情况都不知道？还健康？你妈的冠心病都已经发展到第3级了，再晚一点，随时都有猝死的可能。医生，您是不是查错了？我怎么会得冠心病啊？我平时没什么感觉啊。跟你一起体检的有10几个正常人，为什么你前面后面都是正常的，偏偏就你一个出了错？我从医30年，还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。母女俩下意识地转过头，看向秦朗，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倒是奇怪了，你们2个这么马虎，怎么会突然想起来体检？小秦，你快来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然阿姨哪天猝死了，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。林婉清的声音带着哭腔，穆雨嫣站在一旁，眼圈通红，看着秦朗的眼神里充满了愧疚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说出话来。小秦，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？要不然刚才在家里为什么会那么强硬的要求阿姨过来做体检？看出了点不对劲。阿姨您说话的时候，有意无意的去摸自己的脖子，而且刚才吃饭时生气的时候，摸脖子的频率更高了，这很不正常。张医生听到秦朗的话，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即竖起了大拇指，语气里满是赞赏。
小伙子可以啊，是学医的嘛？冠心病是由于冠状动脉出现了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，使得心肌供血不足，导致心肌缺血，会引起心绞痛。而3级冠心病患者出现心绞痛时，就可能表现为脖子疼，下意识摸脖子就是最显著的症状。得亏来得及时，病情加以控制的话，好转的可能还是很大的。要是再晚一些，或者再高强度工作，说不定哪天就会爆发心肌梗塞，继而猝死。对不起，秦朗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跟你道歉，谢谢你。要不是你，我连妈的身体状况都不知道，我这个做女儿的太不称职了，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谢谢你。傻瓜，跟我说什么对不起？我可是你的男朋友，你妈不就是我的亲人？看着亲人不舒服，哪有不管的道理？别胡思乱想了，眼睛都红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，可千万别哭啊，我可舍不得。小伙子看起来俊朗，没想到心思这么缜密，以后绝对是个妻管严。穆雨嫣的脸瞬间红了，连忙低下头，不好意思的抿了抿嘴。女主角穆雨嫣对宿主好感度上升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800。女主角穆雨嫣对宿主好感度持续上升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00。气运之子叶枫气运点下降500点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000。妈，医生说这个药每天吃3次，饭后吃，您可别忘了。要不明天我陪您回燕京吧，那里的医院是全国顶尖的，肯定能把病治好。冠心病哪里是这么容易治好的？多少富豪得了这个病，熬个夜就没了。我也没想到这病会落在我身上啊！林婉清拍了拍女儿的手，安慰的笑了笑。阿姨，雨嫣，你们也别太担心，药物治疗是一部分，更重要的是调养。等阿姨回了燕京，我跟家里说一声，把您安排到香山疗养院去住一段时间。要说医疗水平，那里绝对是整个华夏最顶尖的。香山疗养院，那里我能进去吗？林婉清的语气带着惊讶和犹豫，显然知道香山疗养院的分量。穆雨嫣也愣住了，她虽然没去过，但也听说过那里是不对外开放的顶级疗养院。别人我不知道，但阿姨您这边没问题。看雨嫣这担惊受怕的模样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您不用费心。这么麻烦她，会不会被人说闲话啊？妈，您就别拒绝了，这也是秦朗的一片心意。香山疗养院可比燕京的医院好多了，您去那里我们也放心。那好吧，好不容易来一趟天海市，我也不想这么匆匆回去，再待几天，回去后就麻烦小秦了。3天后，别墅客厅，林婉清机回燕京，客厅里只剩下秦朗和穆雨嫣，两人坐在沙发上，气氛有些诡异的安静。穆雨嫣侧头看着秦朗俊逸的侧脸。我妈那边怎么样了？能进香山疗养院吗？已经安排好了，等阿姨下飞机，就有人直接接她住进去。放心吧。秦朗说着，轻轻一用力，将她搂进怀里。怎么样？这几天我这个未来女婿表现还可以吧？表现的还不错，继续保持。咦，没看出来，你身材还挺好的，竟然有腹肌。你的身材也不错。四目相对，空气瞬间变得旖旎。秦朗的目光在他身上流转，手掌缓缓往他腰肢上方移去。穆雨嫣猛地回神，要他的手从他怀里站起身。够了，秦朗，注意分寸。这就翻脸了，刚才可不是这个态度。我妈这件事多谢你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我会记着。但我们只是契约情侣，别得寸进尺。合着你这是过河拆桥啊？用得着我的时候嘘寒问暖，用完了就一脚踹开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没别的事，你可以回去了。秦朗看着他决绝的背影，没有生气，反而露出一抹深意的笑容。他起身跟上。穆总，聂夫一时爽，小心追夫火葬场。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穆雨嫣身体一僵，没接话。两人走到别墅前院，君子早已将迈巴赫停在门口。穆雨嫣瞬间切换表情，露出亲昵笑容，挥手道别。路上小心，到家了给我发个信息。秦朗挑眉，对他的变脸速度暗自惊叹，也挥手回应。少爷，您真是太牛了！以前穆总见您不是翻白眼就是摔冷脸，这才几天就对您这么亲昵，您是不是已经……想什么呢？车轱辘都没碰到。不过他这变脸功夫倒是个天生的戏精。秦朗靠在后排，闭目养神，默念打开系统面板，虚拟屏幕在他眼前浮现。体质26，魅力98，天令反派值36200，还解锁了商城和抽奖中心。这几天没白忙活。穆雨嫣和苏小小的好感度刷的值。打开商城，在秦朗的面前，一阵虚幻的屏幕亮起，上面有着各色的商品，以及下方需要购买所花费的天命反派值。体质1竟然要500点，魅力1更夸张，要5万点，初级医术10万点，这系统真是个奸商。秦朗犹豫片刻，点击屏幕进行兑换，他的身体泛起淡淡的白光，随即消失。他活动了一下筋骨，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力量，面露喜色。17000点把体质升到60，9600点把契合升到A8，剩下的9600点全部抽奖。秦朗点击抽奖，虚拟证明飞速转换。恭喜宿主获得白女士写真一本。
恭喜宿主获得高级医疗用具1只，恭喜宿主获得体质1，恭喜宿主获得技能高级审美。虽然抽中2本写真有点离谱，但体质升到68，还多了高级审美技能，值了。现在这体质，感觉一拳能打死一头牛。叶枫，你的气运点我可是收下了，等你回来，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迈巴赫停在别墅门口，晴朗下车，苏小小早已穿着白色连衣裙站在门口等候，看到晴朗，立刻低下头，双手放在身前，显得十分拘谨。少爷，欢迎回家。怎么还这么拘谨？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这里就是你家。苏小小的手被握住，脸颊瞬间通红，想要抽回却没成功，只能低着头，任由晴朗牵着走进客厅。晴朗坐在沙发上，拉着他坐在自己身边，眼神带着一丝探究。小小，我牵你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还是说你心里有别人啊？少爷，我没有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没有就好。我听说你跟叶枫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在阳光孤儿院长大，他现在失踪了，你是不是很担心他？少爷，我和小枫只是姐弟，他失踪这么久，我是担心他，但我对他没有别的想法。别哭啊，我逗你的，我知道你把他当弟弟，我相信他会回来的。少爷，你别误会，我真的只把小枫当弟弟，要是他回来追求我，我也不会答应的。气运之子叶枫气运点下降1000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加1万。没想到随口一句试探，竟然有这么大收获。叶枫啊叶枫，你的气运我就不客气了，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是这么瘦？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是不是没好好吃饭？我有好好吃。那晚上加道菜，8菜2汤，再加1道木瓜排骨汤。苏小小下意识应了一声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晴朗的目光落在自己胸前，脸颊瞬间红得能滴出血来，连忙从他怀里逃出来，快步跑上2楼保姆间，砰的一声关上房门。少爷，苏小姐不在，白家那边有情况了。在楼上，说吧。白家妇女在争吵，我们的人查到白家公司最近有大批套件的迹象，听白如玉的只言片语，似乎是资金出了问题。攻略白如玉的契机终于来了，白如玉这颗商界名捕，可是我当甩手掌柜的关键。晴朗起身走到窗边，拿出手机拨通白家电话。白小云趴在床上看漫画，白如玉走近。云云，别趴着，对身体不好。姐，你跟爸爸吵架了？我听见声音了。你别跟爸爸吵了好不好？他对我很好的。傻丫头，爸爸只是对你好，他想把你嫁给有钱人，用你的幸福换公司的利益。嫁有钱人不好吗？只要长得帅，对我好就行了。学校里的校草都好普通，我的男朋友一定要超级帅。小傻瓜，帅不能当饭吃，有姐姐在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与此同时的白家书房，白小纯坐在书桌前，看着电脑上的财务报表，眉头紧锁，拿起手机拨通电话，语气急切。资金还没到位，再想想办法。秦少明天要是让他看出破绽，咱们白家就完了。白小纯坐在客厅沙发上翻报纸，管家快步走近，躬身汇报：老爷，秦少到。人前给我端着点。爸爸，客人是谁啊？帅不帅？肯定帅，也肯定厉害。不过是仗着家世罢了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晴朗穿着修身西装，在管家引领下走进客厅。他身姿挺拔，笑容温和，目光首先与白如玉相接。白如玉原本烦躁的情绪，在接触到他目光的瞬间平静。晴朗的亲和 LV8 技能悄然发动。姐姐，好帅，比漫画男主还帅。别掐我肉。白叔叔，久仰大名。小秦啊，快坐，早就想请你过来坐坐了。这2位是？这是我大女儿白如玉，跟你同龄，流过血。这是小女儿白小云，在读高1。白小姐，久仰你的才华，金融界的后起之秀，名不虚传。秦少过奖。帅哥哥，我叫白小云，你不喜欢我姐姐的话，可以等我长大，我做你老婆好不好？我以后肯定比姐姐身材好。众人皆惊，白小纯脸色尴尬，白如玉连忙拉过妹妹。秦朗没有尴尬，反而笑着摸了摸白小云的头。小妹妹真可爱，不过要想超过姐姐，得先好好学习才行。姐姐可是金融高材生，你可不能落后啊！啊，还要学习啊？别胡说八道，跟姐姐过来。餐厅餐桌已摆满佳肴，佣人陆续端上热菜。白小纯亲自为秦朗斟满茅台，酒杯真的满溢，尽显热情。贤侄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今晚必须陪叔叔喝几杯。师叔亲自斟酒，是小子不懂规矩，我先罚1杯，还请师叔海涵。秦朗仰头将1、2度茅台一饮而尽。贤侄放着燕京的家业不继承，来天海市开头自省，是想自己闯一番事业。师叔有所不知，燕京人人都说我是纨绔，靠家族撑腰，说换条狗有这家世都比我强。胡说，都是眼红之人。那贤侄为何独独拜访我白家？师叔白手起家，夫妻2人闯下这份家业，小子作为晚辈，理应来请教。而且白家大小姐能力出众，
将家业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有您当年的风范，白家有他在，何愁不行？白如玉握筷的手一顿，猛地抬头看向秦朗，美眸中闪烁着亮光。白小纯脸色微沉，放下酒杯，语气带着不屑：“玉儿再有能力，终究是女儿身，做事缠身，难担大任。”爸，您又这样。世叔此言差矣。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，今有白小姐纵横商界，女子为何不如男？在小子看来，白小姐比我优秀100倍。若担心传承，招个上门女婿便是，既解终身大事，又能让她全力打理家业，一举两得。客厅瞬间寂静，白如玉怔怔地看着秦朗，眼中泛起泪光。白小纯脸色铁青，沉默片刻后挥手示意。秦朗踉跄一下，一屁股瘫坐在地，双眼紧闭，似已醉晕。阿福，安排秦少休息。去我房间，我的房间最舒服，我去书房睡。安排秦少去小云房间。竟然为我发声，连爸爸都不认可我，一个外人却如此信任我。秦朗躺在床上，双眼紧闭，实则清醒。白如玉情绪波动加500反派值，好感度上升800，白小云好感度加1000。这波血赚，白小纯那老狐狸肯定巴不得我赶紧走。清晨阳光透过树叶洒在白家大院，秦朗与白小纯在门口道别，白小纯热切地送秦朗上车。少爷，您这演技绝了，白小纯那老狐狸都被您骗了，还以为您真醉了。俘获白如玉才叫本事，对白小纯只能叫折服。他心里的咸猪手，你清楚得很。对了，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去朗用兵团的人已经到天海市了，而且苏小姐那边有异常，应该是和叶枫联系上了，但我们没权限查聊天记录。秦朗接过平板，看着上面的情况，眉头紧锁。他靠在座椅上，手指敲击膝盖，陷入沉思。君子从后视镜看着他，大气不敢出。叶枫还有大半个月才该回来，怎么血狼佣兵团先到了？难道是我改变剧情，导致他提前回归了？少爷，血狼佣兵团在 F 州挺凶的，要不要我们先动手？不用，在华夏境内，他们没了热武器，顶多是特种兵的水平，翻不起大浪。通知蔡勇，让他带地产公司的人过来，我要用他。您是说上次被您揍的那个蔡勇？他这求热赎罪呢？给他个表现机会。阳光孤儿院年久失修，让他的地产公司负责拆迁和重建。另外，把旁边阳光小区的3栋公寓买下来，改成新孤儿院，费用我出。少爷，直接重建就行，买公寓要多花5000万。蔡勇说那小区开发商在狮子大开口，多花点钱没关系，离学校近，孩子们上学方便。对了，别告诉小小，我要给他个惊喜。他从小在那儿长大，对孤儿院感情深。明白，您是想借着孤儿院的事，让苏小姐彻底定心。我这就去安排，让蔡勇今天就动工，对外说是大秦投资行的项目，让包工头对外提我的名字，别露馅。另外，加派2个人暗中保护苏小小，叶枫的人恐怕会找他。夜晚星光稀疏，拆迁现场灯火通明，挖掘机停在一旁。阳光孤儿院的围墙已被拆除，只剩下残垣断壁。苏小小站在门口，脸色惨白，双手捂住嘴，眼中满是震惊。怎么会这样？院长早上打电话让我来，说有急事，难道是……包工头戴着安全帽，指挥工人搬运建筑垃圾，嗓门洪亮。苏小小冲上前，一把拽住包工头的胳膊，指甲几乎嵌进对方肉里。你们是谁？凭什么拆孤儿院？这是违法的，孩子们还等着回来住呢。你谁呀？别碍事儿，我只是打工的，要找就找雇主去。雇主是谁？我要找他，赔偿款都没谈拢，你们就强拆，我要报警。报啊！我们有正规手续，雇主是大秦天下投资行的秦朗秦老板，有本事你去找他。秦朗2字如惊雷在苏小小耳边炸响，他瞬间僵在原地，脑海中闪过秦朗温文尔雅的笑容，与眼前的残垣断壁重叠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少爷？他明明知道这孤儿院对我有多重要，他上次还问我院长的身体。别在这儿发呆，碍事儿，再不走我叫保安了。秦朗穿着休闲装从阳光小区方向走来，看到蹲在地上哭泣的苏小小，神色慌张，立刻加快脚步。小小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大晚上的多危险，谁欺负你了？是你，都是你！你为什么要强拆孤儿院？你明明知道这是我长大的地方，是孩子们的家，你这个骗子！你说过不会逼院长卖地的，你说过会帮孤儿院的，你就是以戏耍我为乐，你和那些欺负人的富二代一样。小小，你真的觉得我是这样的人？你以为我会为了一块地毁掉你真实的一切？院长拄着拐杖从阳光小区走来，看到这一幕连忙上前，他手里拿着房产证，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，打断了2人的争执。小小，你这孩子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？秦少是好人啊。院长，他都把孤儿院拆了，怎么会是好人？这孤儿院年久失修，早就成危房了。上次下大雨还漏雨，差点砸到孩子。秦少知道后，不仅让地产公司免费重建，还花5000万买了旁边的公寓，改成新孤儿院，每个孩子都有单独的房间。苏小小看着房产证上阳光小区3栋公寓的字样，以及产权人阳光孤儿院的备注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他转头看向秦朗，秦朗脸上带着受伤的神色。
胸口微微起伏。秦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，让我打电话叫你过来，结果我忙着谈公寓的事，忘了跟你说清楚。秦少怕开发商涨价，硬生生多花了2000万，就为了让孩子们尽快住进去。少爷，都怪我胡思乱想，胡言乱语，你骂我吧，打我吧。别哭了，我不怪你，我只想让你开心。你越是委屈，我越觉得自己没用。我不哭，少爷，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？那公寓花了5000万，你不是亏损了吗？我可是无良老板，怎么会做亏本买卖？这笔钱是为你花的，你得赔偿我，加上打碎花瓶的钱，你得给我打400-500年工，一辈子还不清就下辈子，下辈子跟着我。我会的，但是这边施工粉尘有点太大了，让军哥来接你回去吧。没事，只要你不伤心，我身子骨健硕的很，就我们2个一起走回去吧，散散步。两人并肩而行，苏小小低头看着斜面，眼神娇羞，偷偷打量秦朗。突然，秦朗猛地将苏小小推到一旁，一名黑袍人手持匕首窜出。少爷，别过来！秦朗呵斥的同时，主动朝着黑袍神秘人发起进攻，抬腿一记狠厉的腿鞭扫向对方。黑袍人连忙躲闪，却还是被扫中手臂，匕首脱手而出。秦朗乘胜追击，拳脚并用，虽然身形偏瘦，但动作迅猛有力，打得黑袍人节节败退。黑袍人试图弯腰去捡地上的匕首，秦朗见状，一脚踢在他的手腕上。黑袍人吃痛缩回手，知道不敌，转身朝着黑暗中逃窜而去，很快便消失在树影里。少爷，你的手受伤了，我马上给君子哥打电话。苏小小一边打电话，一边用自己的衣袖轻轻按住秦朗的伤口，想要止血，眼神中的担忧和心疼溢于言表。刚才演戏时没控制好力度，伤口比预想的要深。不到10分钟，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来，君子和一名提着医药箱的私人医生从车上下来。君子神色慌张地跑到秦朗面前，医生则立刻拿出工具为秦朗处理伤口。少爷，是我的过错，没有尽到保护您的职责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我自己要走回去的。医生熟练地为秦朗清理伤口、消毒、包扎。白色的绷带很快缠满了秦朗的胳膊。君子从地上捡起那把掉落的匕首，仔细观察着刀柄上的图案，神色凝重。少爷，刚才那人是谁啊？为什么要伤害你？不知道。少爷，您看，这匕首上有特别的图案，但是从未见过。秦朗看向匕首，刀柄上刻着一只鲜红色的狼头图案，栩栩如生，透着一股阴森的气息。苏小小看到那狼头图案时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身体微微一僵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，大脑一片空白。用不着去想，今后加强安保力量就是了。想要我命的人多了去了，怎么可能每个都能查询到？是，少爷，我明天就安排加强安保。君子扶着秦朗上车，苏小小也跟着坐了进去。一路上，苏小小都沉默不语，眼神空洞地看着窗外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轿车平稳地朝着秦朗的别墅驶去。此刻事情告一段落，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清点这次演戏的收获。那道看似严重的伤口，对他而言不过是获取反派值的工具。女主角苏小小产生剧烈情绪波动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800。女主角苏小小好感度上升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00。气运之子叶枫气运点下降500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000。气运之子叶枫气运点下降1000，恭喜宿主获得美颜丸1颗，美颜丸药方1份。看来小小已经知道这匕首和叶枫有关了，倒是省了我不少功夫。叶枫啊叶枫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把柄。秦朗从系统背包中取出一颗通体银白的药丸，正是美颜丸。他活动了一下胳膊，伤口处已经没有了丝毫不适。解开绷带一看，伤口竟已完全愈合，没有留下任何疤痕。系统出品，果然必属精品。这美颜丸要是稀释后量产，绝对能在女性市场掀起风浪。就在秦朗思考着美颜丸的商业价值时，床头的手机突然响起，屏幕上显示“穆雨嫣”3个字。秦朗挑了挑眉，按下了接听键。秦朗，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？让你到家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，你没有放在心上吗？有没有搞错？穆雨嫣，穆大总裁，我什么事情都要跟你汇报。根据我们的关系，这不是应该的事情吗？什么？这大晚上的，一个人在别墅里面孤零零，想我了？要不我去你那住一个晚上，陪陪你。想你个大头鬼，谁孤零零的了？你可别过来，来了也没有人给你开门。找你是有正事的，天海是后天召开的顶峰集会，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企业家富豪都会参加，你跟我一起去，去不去？去。顶峰集会，唐天培之前提，这种场合人脉和渠道都不少，白如玉应该也会去吧，正好可以制造一场偶遇，省得主动去找他写的刻意。秦朗和穆雨嫣又聊了几句，便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他将手机扔在一边，正准备躺下休息，卧室的门突然被轻轻敲响。进来。卧室门被推开，苏小小站在门口，眼神失魂落魄，脸上带着明显的愧疚和悲痛。小小，这是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少爷，那个伤害你的人，我知道是谁派来的了。是谁？是小峰，他在国外联系上我了。那匕首上的图案，我在小峰发过来的照片中见到过，一模一样。秦朗听到这话，故作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随即又露出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。
应该是搞错了吧？那图案虽说奇怪，但也不至于跟国外的人插过什么关系啊，相隔了10万8千里。肯定是小峰。在今天之前，小峰说他的手下已经到天海市了，说要跟我见面。我还没有考虑好，可今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去找小峰，他怎么也不肯承认。可是我说明天要跟他的手下见面，他却说自己的手下失去了踪迹，哪里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少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小峰他会因为我跟你走得太近，产生这种想要伤害你的想法，我对不起你。别乱想了，可能是个误会呢。误会？这误会可是你亲手证实。叶枫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女主角苏小小与气运之子叶枫产生巨大隔阂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000。真是个福星啊！我只是埋了个雷，他直接就把引线拉了，这不血赚。少爷，白家那边这么慌张干什么？有事坐下来喝杯茶，慢慢说。少爷，白家出事了，白小云在回家的路上被拐了。秦朗听到这话，只是漫不经心的哦了一声，神色依旧淡然。君子看着他的反应，满脸纳闷。在他看来，白家姐妹与少爷关系匪浅，得知白小云被拐，少爷竟如此平静，实在古怪。知道白小云现在的下落吗？我们的人一直暗中跟着，已经锁定了位置。那帮人蓄谋已久，我打算亲自带人前去营救，保证把白小姐安全救回来。先不急，将白小云那边跟踪的人撤回来，只留一个人盯着，知道藏身地点就行，不用轻举妄动。君子闻言一愣，脸上写满了不解，但他深知秦朗的性子，此心中疑惑重重，却不敢忤逆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君子转身离去，茶室重归平静。秦朗端着茶杯望向窗外，眼神深邃。他早已熟知剧情，白小云被拐不过是一场恐吓，绑匪只为索要筹码，并不会伤害他。这正是他拉拢白如玉的绝佳时机。一夜过去，顶峰集会如期而至。这场汇聚天海市权贵的盛会，不仅是社交的舞台，更是秦朗布局的关键场所。少爷，你在外面可得小心一点，别跟君子哥离得太远了。叶枫那边我已经跟他警告过了，但我还是怕他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。气运之子叶枫气运点下降500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000。放心吧，在家乖乖等我回来。我这么厉害，没人能伤得了我。我等你回来。顶峰国际高达100层，灯火辉煌，如同矗立在天海市的巨人。会场入口处豪车云集，秦朗刚下车，便看到沐雨烟站在入口处。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在这个晚会上，每个人都有女伴，我可不想跟不熟的人待在一起。那不是废话吗？你可是我的女朋友，跟别的男人待在一起像什么话？要是让我瞧见谁敢对你动歪心思，我把他脑袋给锤爆！粗鲁。沐雨烟嘴上嫌弃，心中却泛起一丝异样的激动。若是以前，秦朗说这话只会让他应允，如今这份霸道却让他觉得安心。两人挽着手走进会场，周围传来几道窃窃私语的声音。那家伙是谁啊？跟穆总走这么近，从来没见过，从哪冒出来的？别乱说话，那是穆总裁的未婚夫，从都城来的，得罪不起。屁，都城来的就牛逼了，咱们天海市也不是纸糊的，是龙来了都得盘着，我偏不信这个邪。他是唐少邀请来的，背景是都城秦家，就是经常上都城联播的那个秦家。你要是不信，尽管去碰一碰。会场内灯火璀璨，水晶吊灯折射出耀眼的光芒。秦朗和沐雨烟挽着手行走。背景太强大了，也是一种无奈啊。换做气运之子在这里，早就被找茬打脸了。我连个装逼的机会都没有，我要这背景有何用？我有这帅气脸庞又如何？要不要这么无耻？你不就是……算了，懒得说你。不远处，唐天培搂着一位女伴，被一群名媛簇拥着走了过来。唐天培看到秦朗，立刻露出殷勤的笑容，加快脚步上前。秦少，大驾光临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唐少，这位帅哥是？这位是秦少，以前在严禁圈子里跟我一起混的，我现在落魄到天海市，秦少可是来这儿俘获美人心的。唐天培一起回严禁圈子为落魄这两个信息瞬间击中了名媛们的心，他们眼光毒辣，深知能与唐家子弟平起平坐的背景绝对不简单。再看秦朗的颜值身材，比唐天培高出不止一个档次，顿时纷纷转移目标。秦少，天海市有很多名胜古迹，有空一起去逛逛啊。秦少，我家楼下的早点摊是天海市著名小吃，有空去我家，第二天一起吃早餐啊。秦少，你真帅，有女朋友了吗？留个联系方式呗。沐雨烟看着被名媛们簇拥的秦朗，心中的醋瘾越来越浓，脸色沉了下来。他上前一步，一把拉住秦朗的胳膊，用力将他从人群中拽了出来，朝着会场角落走去。看见熟人了，陪我过去。怎么，见男朋友被这么多女孩子喜欢，吃醋了？谁会吃你的醋？别一厢情愿了，我只是不想你跟那群女人走太近，你经不住诱惑，早晚毁在脏病上。所以你想管我？谁想管你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。那你刚才锁我胳膊锁那么紧干什么？谁稀罕？秦朗见沐雨烟赌气，不再逗他，目光投向会场角落，那里白如玉身着黑丝 OL 制服，独自端着酒杯喝闷酒，周身散发着清冷的气息，与热闹的会场格格不入。秦朗眼睛一亮，
摆脱穆雨嫣的手，朝着白如玉走去。秦朗，放着我不管，跑去勾搭别的女人。白如玉靠在墙壁上，手中端着一杯红酒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。秦朗心中暗自庆幸，他本担心白小云被拐后，白如玉不会来参加集会，如今看来，他的机会来了。白如玉此刻正因妹妹失踪和家族纷争心力交瘁，正是最容易被打动的时候。白大小姐，真有缘啊，又见面了。白如玉没有接话，只是再次端起酒杯喝了一口。她此刻满心都是妹妹的安危和父亲挪用公司资产的事，根本没有心情叙旧。秦朗的出现让她有些烦躁，却又碍于礼貌不好直接驱赶。白大小姐，这么一副愁容惨淡的样子，莫非是遇到了什么难事？不妨说出来，或许我能分担一下。秦少，不好意思，最近我心情不太好，有事的话下次再聊可以吗？心情不好，难不成是因为白叔叔在外面有私生子的事情？你知晓了？白如玉听到私生子3个字，身体猛地一僵，手中的酒杯微微晃动，红酒险些洒出来。她猛地转头，紧紧盯着秦朗，美眸中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，脸色瞬间苍白。你看样子不是，又或者是白叔叔为了私生子，私底下挪用公司股票套现的事情，你发现了？白如玉的声音因震惊而有些沙哑，这些都是白家最深的秘密。父亲在母亲去世前就有外遇，还有一个将近成年的私生子，如今更是为了给私生子铺路，公司资产，这些事连妹妹白小云和公司元老都不知道，秦朗一个外人怎么会知晓？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知道的其实不多，比如令妹被拐走的事情，我昨天下午就得知了。你想要干什么？别伤害圆圆，只要不伤害圆圆，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。白大小姐，有必要这么震惊吗？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令妹失踪的事情与我没有半点关系。况且你自己心中不是已经有了猜测吗？为什么还要把脏水往我身上泼？你知道这么多，是不是也知道圆圆被藏在了哪里？不仅知道，还能救她出来。你想要什么？只要能将圆圆救出来，我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你。我想要你的人，我是说，我想让你跟我合作。白家公司终究是你父亲的产业，你再努力也抵不过他的一意孤行。他要是想把公司传给你，就不会迟迟不放权，更不会在这个时候明目张胆套现股票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怕他死后他的儿子斗不过你，得不到半点好处，所以干脆套现，给儿子留真金白银。你在白家终究只是个外人。秦朗的话如同尖刀，戳中了白如玉心中最痛的地方。他踉跄着后退一步，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痛苦。秦朗说的正是他一直不愿面对的现实。跟我合作，我给你足够的个人空间，让你的才能充分发挥，公司权力全部下放，你就是一言堂，没人能忤逆你。红利方面，股权可以6-4分，甚至5-5分。下放权力，你就不怕我稀释股权，喧宾夺主？既然选择相信你，就不会迟疑。若是真发生那种事，也是我活该，与你无关，我给予你绝对的信任。白如玉看着秦朗真诚的眼神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秦朗的条件太过诱人，那是他在白家从未得到过的信任和权利。这件事我需要考虑考虑，等我见到圆圆，确认她安全后，再给你答复，可以吗？白大小姐放心，令妹安全绝对有保障。有些猜想不妨大胆点，这世上没什么不可能的，见多了自然就懂了。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白家的事？白大小姐的商业天赋令人惊艳，我有心合作，自然会多关注。没想到凑巧碰到了这档事，也算是缘分。这番话恰好说到了白如玉的心坎里，她在白氏集团的改革举措，连老牌商界强人都赞叹不已。秦朗以招揽人才为借口，倒也合情合理。白如玉心中的疑虑稍减，只剩下对妹妹的急切担忧。我想早点见到圆圆，越早确认她安全，我才能越早决断。当然可以，今晚你们就能团聚。不过这是急不得，你跟着反而容易出错，在这里静等就好。秦朗说完转身就走，步伐坚定，连身后穆雨嫣带着疑问的呼喊都未曾回头。穆雨嫣站在不远处，看着他决绝的背影，气得跺了跺脚，随即摇头，悄悄跟了上去。车后座上，秦朗闭着眼睛，脑海中浮现出系统面板，32000点天命反派值，将体质提升至100，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涌遍全身。待会让守在据点外的人全部撤离，直接送我到那里。是，少爷，需要我带人支援吗？据情报，那里是黑龙会的据点，人数不少。不用，一群土鸡瓦狗罢了，我一个人足够。君子心中一惊，却未再多问。他深知秦朗从不打无把握之仗，既然敢独自闯黑龙会据点，必然有十足的底气。迈巴赫和岳朝着城郊的废弃别墅驶去。白小云自小被捧在手心，从未经历过这般恐惧。不久前，一名绑匪试图对他动手，幸得一位穿黑色皮衣的神秘女人呵斥阻止，才免遭侮辱。但那份恐惧早已刻进心底。白小云抽噎着，眼泪不断滑落。突然，房间门被轻轻推开，一道光线射了进来。他惊恐地抬头，看清来人后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秦朗哥哥，哥哥，那群坏蛋好可怕，他们想欺负我，你是来救我的对不对？快带我走好不好？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分毫。无论你在哪，只要我在，
就不会让你受委屈。话音刚落，房门突然被一脚踹开，2名虎背熊腰的壮汉冲了进来，脖子上的黑龙纹身格外刺眼。他们看到秦朗，顿时骂骂咧咧的上前：“他妈的，哪来的臭小子，敢闯老子的地盘！”害怕就捂上眼睛，一会儿就好。白小云连忙双手捂眼，只敢从指缝间偷偷看。秦朗侧身躲过壮汉的拳头，反手抓住对方的胳膊，手腕猛地一拧，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，伴随着壮汉的凄惨嘶吼。秦朗顺势抬腿，膝盖狠狠顶在对方关节处，壮汉瞬间倒地不起。10几名手持甩棍砍刀的黑龙会成员从各个方向冲出来，他们面色凶狠，挥舞着凶器，将秦朗和白小云围在中间。这小子有古怪，都上家伙，一起上，不能让他把人带走。就凭你们也敢绑架我的人，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后悔。秦朗话音未落，主动迎了上去，他身形极快，如猎豹般穿梭在人群中，一把夺过最前方打手的甩棍，顺势一棍敲在对方脑门上，打手闷哼一声，直滚滚倒地。他护着白小云走到别墅大门口时，身后已躺满哀嚎的黑龙会成员，大厅里一片狼藉。秦朗将甩棍随手丢在地上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就这也配叫绑匪，简直浪费时间。他拉起白小云的手，径直走出别墅，两人走到马路边，等候多时的迈巴赫缓缓驶来。君子下车打开车门，秦朗故意在打斗时暴露身份，又留下诸多痕迹。他深知黑龙会睚眦必报，更清楚背后指使之人的身份。那位穿黑色皮衣的神秘女人，正是他要找的另一位气运之女丑九儿。他要做的就是引蛇出洞。联排别墅外，白如玉站在门口焦急踱步，看到迈巴赫驶来，他立刻迎了上去。白小云刚下车，就快步跑向白如玉。姐姐，我好想你。那群坏蛋好可怕，还好秦朗哥哥救了我。没事了，姐姐在，再也没人能伤害你了。姐姐，爸爸知道我被哥哥救出来了吗？我要谢谢哥哥。白如玉眼神微顿，随即笑着摇头，轻轻擦去妹妹的眼泪。他知道父亲此刻大概率在为私生子忙碌，根本无暇顾及白小云。这处私人别墅是他能给妹妹的唯一安全港湾。秦少，今晚多谢你出手相救，这份恩情我白如玉记下了。等这段时间过去，我们再谈合作的事，如何？当然，你们姐妹团聚最重要，我就不打扰了。白小云一步三回头的跟着白如玉走进别墅，大门关闭的瞬间，秦朗耳边响起系统提示音：剧情发生改变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000。气运之子叶枫气运点下降500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000。秦朗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，转身准备上车，刚走2步，就看到墙头倚着一道曼妙身影，正是穆雨嫣。她抱着膀子，似笑非笑的盯着他，眼神中带着几分醋意和讥讽。哟，秦大少真是好兴致，顶峰集会半途离场，跑来找白如玉，结果被人拒之门外了。刘皇叔3顾茅庐听过没？我今晚来，明晚来，后天还来，关你屁事？跟踪人很好玩。难道女朋友连你的去处都不能知道？你在外面胡来，我不能管，连问都不能问。这哪是嘲讽，分明是正宫抓包的戏码。穆雨嫣这是真上头了。他压下笑意，神色变得严肃。我来找白如玉是正事，新开的公司需要能管事的人，他很合适。又开公司？上次秦家给你的10个亿启动资金花光了，又找借口骗钱。别以为我不清楚你以前的德行。穆雨嫣上前一步，胸口微微起伏。以前的秦朗确实纨绔，可自从婚约敲定后，他的变化他看在眼里，只是不愿承认自己在意。缺人不会去人才市场找白如玉，他连白家集团都忙不过来，有闲心帮你？你脑子被门夹了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我是认真的。你认真不认真跟我无关，做生意没那么简单，不是你想成功就能成功的。别瞎想。你想干什么？秦朗，我告诉你，敢乱来我咬死你。秦朗失笑，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药方，递到他面前。穆雨嫣一愣，随即羞愤交加，抬腿就朝他下3路踢去。秦朗早有防备，膝盖抵住他的膝窝，将他整个人撑在墙上。他脚不沾地，像被固定的青蛙。放开我，膝窝好疼，你放开我。先看看这个，能不能别总往歪处想，脑子一点不纯洁。穆雨嫣强忍着羞耻，瞥了眼药方，看到美颜丸3个字时，眼神微动。美容药方，你公司主营美容产品，交给你最合适。有渠道有生产线，省得我麻烦。随意加几味贵药材就叫美容配方，那研发团队吃干饭的，你被人骗了都不知道，还想靠这个开公司做春秋大梦？你拿去做实验就知道。记住，药效猛烈，必须稀释几10倍，这是我稀释过100倍的版本。秦朗拿出的药方源自系统，虽已稀释，效果仍远超市面上的美容产品。他算准穆雨嫣的专业嗅觉会察觉其价值，这既是拉拢，也是试探。穆雨嫣捏着药方的手指微微收紧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。他抬头看向秦朗，
见他神色认真，不似玩笑，心中的怀疑松动了。你说真的？开公司招白如玉都是认真的？是真是假不重要，你照做就行。还有，我们是契约情侣，契约作废，关系就断，以后别跟踪我。秦朗的话像一盆冷水，浇灭了沐雨嫣心中的异样。他脸色瞬间生硬，捏着药方转身就走。秦朗看着他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算计的笑。虐夫一时爽，追夫火葬场，这才刚刚开始。记得做实验，我的公司还靠这个赚第一桶金。沐雨嫣的宝马车轰鸣着疾驰而去，尾气喷了秦朗一脸。君子从角落里尴尬的走出来，挠着头陪笑。少爷，抱歉，没料到穆总裁会跟踪，是我疏忽了。跟你无关，这段时间做得不错，晚上带兄弟们去仙指莲会所潇洒，我请客。秦朗故意摆足排场，一来是安抚手下保镖，二来是为了引蛇出洞。他早已查清，仙指莲会所正是黑龙会的产业，而丑九儿就是这里的幕后老板。贵宾您好，我是仙指莲大堂经理张兰，有幸为您服务吗？都有什么服务？我们共5层，2楼洗浴，有养生温泉和大浴池；3楼休闲区，自助小吃、水果拼盘加娱乐城；4楼按摩，技师档次齐全；5楼休息区，独立房间带单人温泉，私密性绝对好。5楼包场多少钱？不同服务价位不同，包场的话1晚60万，这是按5楼最高日销售额定的。您要是觉得贵，我们可以商量。张经理话没说完，秦朗便打断了他。周围的技师和路人都屏住呼吸，等着他讨价还价，却没想到他语出惊人，1晚60万。张经理心里一紧，连忙准备打折，却被秦朗接下来的话惊得说不出话。别废话，先包1个月，要支票还是现金？支票现在就能写，现金得等银行押送。2000万，你带张经理去取钱，剩下的200万给兄弟们发奖金，今晚尽兴。秦少，这力度可以吗？中了我轻点。可以，我能吃力。秦少看着瘦，身材真好，经常锻炼吧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包厢门被推开，一道黑色身影走了进来。来人身着贴身黑色皮衣，他缓步走进来，高跟鞋踩在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瞬间打破了包厢的暧昧气氛。秦少就这品味，玩这几个女孩也能有兴致？粉色泳衣女孩刚要发作，黑色皮衣女子从手腕解下一块百达翡丽手表，丢进温泉池。拿着手表滚出去！一只手表就想打发我们？你当我们是什么人？这可是百达翡丽，也就值800万，不算什么钱。3名女孩脸色骤变，瞬间黑色皮衣女子冷冷瞥了一眼，她们便抱着手表，狼狈地跑出了包厢。包厢内瞬间安静下来，只剩下秦朗和他2人。秦少好大手笔，先是从黑龙会手里救走白小云，再到仙指莲豪掷千金，怎么觉得我黑龙会奈何不了你？秦朗端起池边的红酒，抿了一口，眼神锐利如鹰。他等的人终于来了，这场戏该进入正题了。我也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分，这不主动送上门了，仇堂主看着办，能消气就行。仇九儿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他没想到秦朗如此直接。他起身走到茶几旁，打开几瓶飞天茅台，将2个2两的酒杯倒满，推到秦朗面前。陪我喝几杯，我喝倒了，白小云的事一笔勾销，你喝倒了，无条件答应我一件事。喝酒不是我的强项，但话都说到这份上，不能推脱。仇九儿打了个响指，服务员很快端来几碟下酒菜，整齐地摆放在茶几上。2人拿起酒杯，轻轻一碰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仇堂主果然海量，喝2两白的脸不红气不喘，佩服。秦少客气了，白小云的事虽有矛盾，但秦少的身手确实让人叹服。大丈夫当如是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我敬你一杯。仇九儿率先饮尽，将空杯倒至。秦朗勉为其难地端起酒杯，脸色愈发通红，像是强撑着咽下。仇九儿见状，眼中的把握更足了。秦少，我好奇你怎么知道白小云被囚禁的位置？难道黑龙会有叛徒？叛徒不能说，天海市的大小信息我都知道，你可以当我是情报商人，价钱合适，什么情报都卖。仇九儿心中一震，他原本以为秦朗只是身手好，没想到还掌控着情报网络。这样的人若是能拉拢过来，玫瑰堂的实力必然突飞猛进。他对秦朗的兴趣愈发浓厚。秦少，我最钦佩你这种大丈夫，你的身手，黑龙会金牌打手都甘拜下风。要是肯调教我玫瑰堂的成员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我敬你。不行，醉了，不能再喝了。这才1瓶都没喝完，秦少堂堂男子汉，怕我一个弱女子？秦朗猛地抬头，他抢过酒杯，咕咚咕咚喝了几口，才勉强咽下去。仇九儿见状，也跟着饮进杯中酒。
秦少，还能喝吗？我再敬你一杯。不行，要吐了。秦少，这一杯我先干为敬。真的不行了？要不就喝到这，我看你已经要不行了。不行，胡说，男人不能在女人面前说不行，我还行。秦朗猛地一拍桌子，抢过一瓶未开封的茅台，就往嘴里灌。球球儿看得目瞪口呆，也跟着拿起酒瓶猛灌。没过多久，丑九儿眼神开始涣散，身体摇摇晃晃。清晨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包厢，照亮了满地狼藉。圆床上的被褥凌乱，球九儿靠在床头，身上盖着被子，眼神中满是茫然与羞愤。大小姐，你什么都没看见，懂吗？大小姐，会长有话跟您说，他说您不接电话就要亲自过来。丑九儿瞳孔骤缩，他猛地想起昨晚的荒唐事，若是被父亲看到这副模样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强压下羞愤，接过手机，拨通了电话。大早上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？有事快说。有你这么跟父亲说话的？昨晚据点的事我知道了，白家的事别掺和，也别找秦朗麻烦。不可能，他在我地盘救人，就是打我脸。你不要脸，我要，这事不算完。少废话，秦朗的来头不是我们能惹的，滚回来相亲。再不听话，玫瑰糖我也收回来。凭什么？玫瑰糖是我的心血，你敢插手，我跟你拼了！九儿，是妈，你都26了，该找对象了。妈给你物色了个高材生，海外留学回来的，人又帅。裘九儿听到母亲的絮叨，火气消了大半，但相亲的话题让他头大。他瞥见地上秦朗留下的外套，脑中灵光一闪，脱口而出：我有男朋友了，你们也认识，就是秦朗。不可能，他什么背景会跟你在一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秦朗坐在沙发上，面前的桌子上放着系统面板的虚拟投影。听，剧情发生改变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2000。听，宿主攻略女主角丑九儿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6000。秦朗意念一动，消耗部分天命反派值，将魅力从98提升至99，一股清凉之意席卷全身，他的气质愈发温润，却又带着无形的压迫感。君子看得有些恍惚，连忙收回目光。昨晚玩的怎么样？多亏少爷您，张经理现在对我百依百顺。对了，千纸连包月的事，我跟张经理谈好了，随时能去，包场次数够31次就行。这些事你看着办，玩归玩，正事也得办。这有几个黑龙会的据点，你带人去端了。君子接过纸条，看到地址后眼神一凛，这几个据点都是黑龙会的核心产业，端掉他们无疑是对黑龙会的沉重打击。3天内，君子带人连续端掉黑龙会3个据点。裘九儿本就因醉酒之事心怀怨恨，得知据点被端后，更是怒不可遏，找上门来。秦朗，你太过分了！那晚的事我还没算账，你就带人砸我3个场子，你是想跟黑龙会开战？跟黑龙会开战没兴趣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覆灭黑龙会，你编个像样的理由。你不知道那3个据点在做什么勾当？据点里的东西跟黑龙会无关，我父亲严令禁止碰这个。裘先生是什么人？你不清楚，跟他没关系。那批东西是颗炸弹，一旦售卖出去，黑龙会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我帮你提前排除，最多是那几10个人担责，这不是为你好。你的意思是黑龙会有叛徒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人想动黑龙会的根基，而且定时炸弹不止这一个。我最恨叛徒，无论是谁都要付出代价。你是情报商人，告诉我叛徒是谁，要多少酬劳，我都给。秦朗笑意地看向裘九儿，目光在他傲人的身材上扫过，意思不言而喻。裘九儿瞬间明白他的意图，脸色铁青。不可能，秦朗，你不要太过分，就算没有你，我照样能找到叛徒。那我就没办法了。不过好心提醒你，王涛和田恒这2个人最近出手挺大方。裘九儿瞳孔骤缩，王涛是黑龙会洗白的话事人，田恒是战魂堂堂主，都是父亲倚重的核心人物，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2人会是叛徒。可秦朗连他们收受贿赂的金额都能说清，由不得他不信。他狠狠瞪了秦朗一眼，转身就走。听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2000。裘九儿离开不久，秦朗便接到了穆雨嫣的电话。3天时间里，穆雨嫣的研发团队对美颜丸配方进行了反复试验，其惊人的效果让这位见惯了高端美容产品的总裁彻底沸腾。秦朗，这配方到底是哪来的？稀释50倍，效果还远超市场上最好的美白面膜，不仅美白，还能愈合伤口、去疤痕，无副作用。哪里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稀释到多少倍能当化妆品牌。50倍还不行，会打乱市场。我打算做分级，高档、中档、低档，对应不同稀释度和价格，覆盖全市场。秦朗心中暗惊，他给的配方以稀释100倍，相当于系统原版稀释5000倍，效果仍碾压市场。这美颜丸注定会成为吸金利器。电话那头的穆雨嫣越说越激动，语速越来越快。我算过了，高档版定价18000一盒，中档8800，低档1800。凭借牧人的渠道，上市第1个月就能破亿，这比我过去几年的盈利都多。挺好，制作销售都归你，我只负责收钱。那合作细节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去别墅找你，
或者我在公司等你。秦朗瞥了眼墙上的挂钟，故意拖延了3天，就是想看看穆雨嫣的态度。他避而不谈契约情侣的事，只字不提那晚的争执，显然是想靠美颜丸绑定关系。秦朗心中冷笑，找了个借口挂断电话。秦朗清楚，穆雨嫣的野心远不止盈利，他想靠美颜丸在家族中站稳脚跟，摆脱靠家族苟延残喘的标签，而这正是他拿捏穆雨嫣的关键。作为原天命主角，叶枫掌控着闻名国际的血狼佣兵团，他本在国外布局，却因莫名的预感，决定提前返回华夏，那个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也是秦朗所在的城市。大人，刚果分队遭伏击，5死20伤，是当地高层出卖了我们，雇主也参与了。让血影回来，血煞接管分队，告诉血煞，把雇主和当地高层的人头挂在黑市，让整个佣兵界知道背叛血狼的下场。是，那血狼的事务，我暂时离开，血煞全权负责。我不在时，他就是血狼领袖。叶枫走到窗边，他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这种感觉从秦朗出现后愈发强烈，让他不得不回到华夏。秦朗，天海市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来着。叶枫的归来注定会打破天海市的平静，他与秦朗，原天命主角与现天命反派，终将正面交锋。而此时的秦朗还不知道自己的最大对手已在归来的路上。君子的汇报让秦朗得知白如玉在公司遭陷害被架空，秦朗早已提前搜集好白家公司内鬼的资料，等待着白如玉走投无路的这一刻。他要的不仅是白如玉的人，更是他的商业才能。公司被架空了，那些老古董不给你辩解的机会，资料被封锁了，他们一口咬定我公款私用，连查都不让查，是我父亲的意思，他要给那个私生子铺路。秦朗拿出一摞资料丢在白如玉面前，资料封面印着白家内鬼名单及证据，纸张崭新，显然是提前准备好的。白如玉疑惑地拿起资料，越看脸色越白，双手忍不住颤抖。都是父亲的贴身心腹，他早就布好局了，绑架圆圆还不够，还要毁了我。拿着资料，你能证明清白，但你想过吗？这样的白家还值得你留恋吗？白如玉猛地抬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迷茫，随即被决绝取代。他将资料摔在茶几上，转身就走。他要去跟白小纯做个了断。白小云害怕地走到秦朗身边坐下，大眼睛里满是不安。哥哥，姐姐会没事吗？爸爸为什么要欺负我们？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们。白如玉与白小纯彻底决裂，用秦朗提供的资料证明了清白，却也换来了放弃公司掌控，换取40%资产的结果。父亲的绝情让他彻底心死，他终于明白，白家早已不是他的归宿。我答应你，接管你的公司，替你运营，股权我不要，只要你保证我和云云的安全。就这么简单。我记得上次我说要你替我做事，你可是拒绝得很干脆。以前我以为白家还有亲戚，现在我只在乎云云。父亲能为了私生子绑架云云，下次不知道会做什么。只要能保护云云，我什么都愿意付出。白如玉说着走到秦朗面前。秦少，从今往后，我白如玉对您忠心耿耿，为公司赴汤蹈火。秦朗连忙扶起他，心中狂喜。白如玉的商业才能加上他的忠诚，足以成为他商业版图的核心支柱。听，宿主攻略女主角白如玉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万。白小纯为了塑造慈父形象，邀请了天海市所有名流参加宴席，名义上是庆祝白小云被救，实则是为私生子。他特意从国外聘请了叶枫担任保镖，既为装点门面，也暗藏其他算计。那帅哥是谁啊？气质好冷，比秦少还对味。天海市什么时候有这么多男神了？我要去要联系方式。别做梦了，没看见他盯着白家姐妹吗？肯定是大人物。叶枫站在角落，手持红酒杯，眼神忧郁地扫视全场。当白如玉姐妹走近时，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艳，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两人。白小云也注意到叶枫，大眼睛里满是惊讶。叶枫先生，感谢您赏脸担任我妹妹的保镖，我是白如玉。很荣幸，云云小姐的遭遇我已听闻，有我在，今后没人能伤害你们姐妹。叶枫的话刻意将两人都纳入保护范围，语气中透着绝对的自信。作为血狼佣兵团首领，他有底气说出这句话。白小云却皱起眉头，下意识地后退一步。谢谢你，但是我已经有哥哥保护了，你保护我姐姐就好了。哥哥？你还有哥哥？不是亲哥哥，是救我的秦朗哥哥，他可厉害了，比你还厉害。白如玉连忙上前打圆场，解释秦朗只是救了白小云，两人关系亲密纯属误会。但秦朗二字刚出口，叶枫的眉头瞬间皱起。这个名字他刻骨铭心，正是苏小小删掉他联系方式的原因。叶枫的脸色沉了下来。叶枫对秦朗的敌意并非毫无缘由，苏小小的疏远，回国后的莫名预感，都让他将秦朗视为眼中钉。他认定秦朗是靠不正当手段接近白家姐妹，试图拆穿所谓的阴谋。云云小姐，据我所知，秦朗在外面风评并不好，你确定他是真心救你？
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没见过哥哥就说他坏话，你是不是嫉妒哥哥比你帅，比你厉害？我不许你说哥哥坏话。叶枫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小姑娘当众反驳，脸色更加难看。就在这时，白小云突然眼睛一亮，朝着宴会厅入口跑去。秦朗来了。哥哥，他说你坏话，我已经卖回去了。辛苦云云帮我讨公道了。这位就是叶枫先生吧？久仰大名。秦朗带着白小云去见其他宾客，留下叶枫和白如玉站在原地。叶枫的脸色阴沉，他看着秦朗的背影，又转向白如玉，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。如玉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警察都找不到云云，秦朗却能及时赶到，这会不会是他自导自演的戏码？白如玉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他曾怀疑过秦朗，但父亲的绝情让他认清现实，秦朗是唯一真心帮他的人。叶枫的质疑触碰了他的底线。叶枫先生，我想我之前的话需要收回，麻烦你还是叫我白大小姐。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秦朗的人品轮不到你来质疑。穆雨嫣一从助理阿宁口中得知秦朗在此，便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。穆雨嫣的目光瞬间锁定秦朗，当看到他被白如玉、白小云姐妹环绕，脸上还带着宠溺的笑容时，他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好你个秦朗，我为了美颜丸的事情忙得脚不沾地，连觉都睡不够，你倒好，在这里左拥右抱，享齐人之福。叶枫第一时间注意到了穆雨嫣，见她颜值身材皆属上佳，更重要的是他看秦朗的眼神充满怒气，立刻眼前一亮，红了一下西装，端着酒杯走上前。美丽的小姐，你似乎很讨厌那边的秦朗。穆雨嫣正心烦意乱，本想随口打发，却不经意间瞥见秦朗的目光投向了自己这边，他心头的好胜心瞬间被点燃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，转头看向叶枫。看样子你也讨厌秦朗那个家伙。不能说是讨厌吧，只是有些好奇。据我所知，他是个无恶不作的纨绔子，可在有些人眼里却好像并非如此，这倒是有意思。叶枫吃过秦朗的亏，不敢再贸然诋毁，只能以疑惑的口吻旁敲侧击，既表达了对秦朗的负面看法，又不会显得过于刻意。或许不是你的消息错了，反而是有些人看走了眼呢。在燕京，秦朗的纨绔名声可是响当当的，做过的坏事数都数不过来。秦朗听到穆雨嫣的话，挑了挑眉，迈步朝着两人走来。叶枫看到秦朗走近，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。秦少，你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。看样子这位小姐所说的并不是空穴来风。是不是空穴来风不重要，我只是好奇，你们两个好像聊得挺欢啊。穆雨嫣听到秦朗的话，心里吐气，觉得他这是得便宜还卖乖，明明自己左拥右抱，还有脸说他。他故意往叶枫身边靠了靠，姿态亲昵。怎么，秦少这是在管我？我跟谁聊天？好像不用经过你的同意吧？哥哥，这个姐姐是谁呀？她好像很生气的样子。叶枫察觉到两人之间诡异的气氛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隐约觉得事情不对劲。这穆雨嫣和秦朗的关系似乎并不简单，他立刻放缓了语气，试图缓和气氛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莫小姐，秦少，有话好好说。误会？能有什么误会？不就是我跟他有婚约在身吗？哥哥，这是真的吗？她是你的未婚妻？不过是老一辈定下的一张纸罢了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会真的遵守这种古板的约定？穆雨嫣嘴上说着不在乎，心里却憋着一股无名火。这些天，他为了秦朗的美颜丸项目殚精竭虑，可秦朗却在这里和别的女人暧昧不清，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觉得姐姐说的对，嫁给谁要自己做主，不能听老一辈的安排，可不能嫁给他。秦朗凝望着穆雨嫣，目光深邃，看了许久，直到穆雨嫣的眼神开始有些闪躲，才又瞥了一眼身旁一脸尴尬的叶枫，轻轻叹了口气。鱼儿终于上钩了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时候，得给他来得更好。穆雨嫣，我明白了你的想法，对于婚约给你造成的困扰，我深感抱歉，是我阻拦了你的恋爱自由。穆雨嫣愣住了，她没想到秦朗会突然说出这番话，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叶枫也有些意外，眼神中充满了疑惑。你不用担心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这份婚约的束缚就会彻底解除，今后你再也不会受到婚约和契约的任何束缚。秦朗自嘲地笑了笑，转身就要离开。祝你以后幸福，能和相爱的人相守一生。叶枫凭借以往的经验，敏锐地察觉到事情并不简单，无论是白小云的反应还是秦朗的态度，都透着一股诡异。他知道现在不宜久留，否则很可能引火烧身。莫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若是有安全方面的需求，我随时可以帮忙。我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穆雨嫣下意识地抓住名片，呆滞的神色渐渐恢复，她猛地抬头看向叶枫，眼神冰冷，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怒火。你是不是有病？穆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问你要名片了吗？我安全出问题了，不会找保安，找你有什么用？
你不是要走吗？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我跟你很熟吗？搭讪女人很有意思吗？有病吧你！叶枫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他实在想不通自己哪里得罪了穆雨嫣。不等他反驳，穆雨嫣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宴会厅，只留下叶枫一个人站在原地，接受着周围宾客异样的目光。这个女人是不是疯了？我好心递名片，她竟然这样对我，真是不可理喻。穆雨嫣怒气冲冲地走进卧室，卧室装修简约大气，床头摆放着一只半人高的白色大熊玩偶。混蛋秦朗，王八蛋秦朗，无耻！秦朗，解除婚约，解除契约，有本事你就真的去解除啊！光说不练谁不会？还在白家姐妹面前装模作样，你以为你很潇洒吗？穆雨嫣越说越气，猛地将大白熊摔在地上，抬起脚狠狠地跺了几脚。我为了你的项目忙得晕头转向，你却在这里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。我发几句脾气怎么了？你竟然就要解除婚约？那只大白熊是当年穆雨嫣母亲刚离开时秦朗买给她的。秦朗说晚上失眠的时候抱着她，就像她在身边陪着一样，能给她安全感。穆雨嫣弯腰将大白熊捡了起来，拍了拍上面的灰尘，重新抱在怀里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生你的气，我只是讨厌秦朗那个王八蛋，不该把气撒在你身上。他以前那么喜欢我，怎么会突然就想解除婚约呢？肯定是在吓唬我，就像上次我提解除婚约，他拿家族威胁我签契约一样。对，一定是这样，他就是吃醋了，看到我跟叶枫说话，故意气我的。哼，想让我服软，没门！下次见面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还有那个叶枫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心机深沉，跟秦朗比起来，秦朗的蔫坏都算好的了。穆雨嫣抱着大白熊，正想得入神，床头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喂，妈。雨嫣，你跟小秦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秦家那边打电话过来，说如果你有喜欢的人了，就勇敢去追，不用再依婚约的束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穆雨嫣整个人瞬间僵住，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秦家竟然真的知道了，而且还同意解除婚约。妈，你说什么？秦家真的这么说？是啊，我还能骗你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不是你不喜欢小秦了？你跟妈说实话。凭什么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？他在外面跟白家姐妹不清不楚，我难道连说都不能说吗？现在他倒好，直接跟秦家说要解除婚约，根本就不顾及我的感受。雨嫣，妈早就跟你说过，大家族里这种事情很常见，只要他心里有你，有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小秦这孩子我看挺好的，对你也上心，上次要不是他，我可我就是受不了，他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好了，妈也不逼你，要是真的不想在一起，解除婚约就解除吧。不过小秦这孩子真的不错，就算没了婚约，做朋友也挺好的。我没有说要解除婚约，都是秦朗一个人自作主张的。雨嫣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喜欢小秦？那你之前跟他闹什么矛盾啊？穆雨嫣被母亲问得语塞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她这才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很在意秦朗，一想到以后再也没有婚约的束缚，两人可能再也没有交集，心里就空落落的。与穆雨嫣的案子神伤截然不同，秦朗的书房内正弥漫着志得意满的气息。白家晚宴上的一番操作，让他的天命反派值迎来了爆发式增长。经女主角白小云与气运之子决裂，获得天命反派值2万。经女主角白如玉与气运之子产生间隙，获得天命反派值1万。经气运之子叶枫气运值下降200点，获得天命反派值2万。经气运之子产生剧烈情绪波动，获得天命反派值5000。经女主角穆雨嫣与气运之子决裂，获得天命反派值2万。叶枫啊叶枫，我还当你是块难啃的骨头，没想到是送上门的提款机，这反派值赚的比开公司还快。系统商城内琳琅满目，从技能精通到体质强化应有尽有。初级枪械精通仅需1000点，高级枪械精通虽能达到兵王水准，却要10万点天价。易容术5万点的定价也让秦朗暂未动心，唯有体质小药丸让他格外在意。这才是硬通货。虽然现在体质破百比叶枫还高，但那家伙可是雇佣兵团长出身，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，保不齐会玩硬的。屏幕上的天命反派值从215300点飞速减少，100颗青黑色的药丸图标出现在系统背包中。他伸手虚空一抓，一把药丸出现在掌心，仰头像吃糖豆般吞下。体质突破200点，单打独斗9乘8的胜算还是不稳，0.2的风险足够让我赢多翻船了。秦朗目光再次落在系统商城，最终选中易容术并完成购买。系统面板刷新，天命反派值剩余15300点，技能栏新增易容术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得给叶枫找个对手，让他们两败俱伤，我再坐收渔利。秦朗沉思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拿起桌上的电话拨出号码。
很快，君子推门而入，脸上带着恭敬。少爷，您找我？叶枫刚到天海，给我盯紧他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要汇报。少爷，那家伙不简单，今晚2个弟兄跟踪被发现，被他打断了2个肋骨。他反侦查意识极强，实力也远在我之上。给受伤的弟兄每人20万，医药费全包。跟着我做事，不能让他们吃亏。谢少爷。跟踪不用靠太近，放远些，花钱买通他住处附近的居民，总能摸清他的行踪。另外，白小纯的私生子最近怎么样了？白小纯对那私生子宠得很，私下往来密切，比对他2个女儿上心多了。那老东西重男轻女，把私生子当命根子，有眼光。你说，要是白小纯知道自己宝贝私生子被人动了，会怎么样？肯定会疯魔。他为了那私生子，连白家的规矩都敢破，动了他的人，他能跟对方拼命。秦朗满意点头，拿出一粒体质小药丸，留给君子。君子看着掌心的药丸，面露疑惑。提升体质的，没副作用。你跟着我好几年，也算我半个哥哥。最近看你黑眼圈重，少在女人身上折腾，补补身子。君子脸色一红，他握紧药丸，眼中满是感激。谢少爷，我这就去安排盯梢的事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君子刚离开，秦朗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屏幕上跳动着穆雨嫣3个字。秦朗挑了挑眉，故意让铃声响了2遍才接起。谁啊？大半夜不睡觉，骚扰电话啊？是我，秦朗。打扰你了吗？要是不方便，我明天再打给你。是你啊？懂了，催婚约的事，放心，我已经跟秦家说了，过几天就能办好。以后你跟我没关系了，想跟谁谈恋爱跟谁谈。不是的，我跟叶枫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就是在白家偶然撞见的，根本不认识。行了，跟我没关系，有正事就说，没正事我挂了。是美颜丸的事，戏时比例定好了，想跟你谈谈合作细节，明天能不能见一面？也行，签合同的事是该敲定了，你选地点吧。我明天去你家吧，谈事情也方便。这不太好吧？我们现在没关系了，孤男寡女的，影响不好。我们是谈生意，行得正坐得直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就这么定了。客厅茶几上摆放着2杯冒着热气的茶水。穆雨嫣走进客厅，看到茶水后愣了一下，刚想坐下，就听到洗手间传来水流声。她背对着洗手间坐下，水流声停止，脚步声从身后传来。穆雨嫣深吸一口气，准备露出温柔的笑容，转头的瞬间却僵住了，眼神充满震惊。怎么是你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这里是秦朗的家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到自己男朋友家里来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刺激我没必要，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答应替秦朗做事。之前在白家跟他走那么近，也是被他招揽的缘故吧？穆总裁，我的私事与合作无关，各种理由无可奉告。他无法告诉穆雨嫣，自己是因父亲的私生子被逐出白家权力中心，才不得不依附秦朗，这份屈辱只能深埋心底。既然是秦朗的下属，那就按规矩来。这是美颜丸的试验报告，档次划分和定价，你过目。中档产品对标市场高档货，高档款能碾压所有竞品，这数据是真的。穆雨嫣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，身体向后靠在沙发上，双手抱胸。牧人国际的研发团队反复验证过，效果只会比报告更好。秦朗之前说，制作和销售全权交给我们，没问题吧？白如玉合上文件，眼神复杂。他想起白家的美容公司，若是能接手这个项目，并能起死回生，可惜自己已无权掌控。没问题，剩下的等秦朗回来再说吧。我来了，自然由我负责。你是不相信我，还是故意想跟秦少纠缠不清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纠缠不清？我跟秦朗的事与你无关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昨天说要解除婚约的是你吧？秦少只是遵从你的意思。你的小白脸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小白脸3个字戳中穆雨嫣的痛点，她想起昨晚因叶枫哭红的双眼，生气道：白如玉，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我有没有把自己当回事，跟你无关。想谈生意就继续，不想谈就走。你不做，有的是人抢着做。我们自己建生产基地也只是时间问题。2个同样骄傲的女人，为了秦朗针锋相对，谁也不肯退让。就在冲突即将爆发之际，别墅外传来的争吵声突然打断了他们。是小小，我出去看看。白如玉快步走向门口，穆雨嫣虽仍有怒气，但也好奇地跟了上去。2人朝着别墅大门外望去。苏小小是秦朗的保姆，而叶枫竟是他儿时相识的伙伴。叶枫刚到天海就来找苏小小，却被误认为跟踪狂。叶枫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打扰我，你不仅不听，还跟踪我。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怎么变成这样？小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把我联系方式删了，电话拉黑，我只能这样找你，这里面有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伤害了少爷，我亲眼看到他手臂上的血。我之前根本不认识秦朗，怎么可能伤害他？我派来天海的属下都没消息了，我怀疑是被人做掉。小小姐，这世界没你想的简单，
贼喊捉贼也说不定。我的手下是什么实力我清楚。秦朗一个富家大少，遇袭怎么可能只伤手臂？现场的血狼图案分明是有人栽赃。啪啪啪的掌声从身后传来，穆雨嫣和白如玉并肩站在别墅门口。穆雨嫣双手抱胸，脸上带着讥讽的笑容。叶枫，真是真诚啊！你是什么人？小时候就会跟女孩子搭讪，递名片说要保护她了。叶枫看到穆雨嫣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张了张嘴却无法反驳。昨晚在白家的搭讪，成了此刻无法辩驳的把柄。叶枫先生，你诬陷秦朗绑架我妹妹，可你知道吗？幕后黑手我早查清了，若不是秦朗，我妹妹可能还被囚禁着。你无凭无据诬陷别人，考虑过后果吗？苏小小躲在白如玉身后，探出脑袋，眼神中满是失望。叶枫看着三女的表情，知道自己百口莫辩，拳头紧紧攥紧，指节泛白。够了！我从没跟少爷提过你，他根本不知道你的身份，怎么栽赃你？叶枫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三女转身就走，留下叶枫僵在原地。一位提着鸟笼的老大爷路过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摇了摇头。小伙子，四脚链，这里面的水很深呐，你把握不住。叶枫猛地回头，眼中闪过凶芒，像一头愤怒的狼。老大爷吓得缩了缩脖子，快步离开。叶枫望着别墅大门，眼神中充满杀意。秦朗，这个仇我记下。皇后酒吧是天海最奢华的娱乐场所，3楼包厢是球九儿的专属领地。秦朗约球九儿再次见面，一方面是联络感情，更重要的是为了打探白小纯私生子的消息。你看那个穿白衬衣的，倒酒在别人头上的是谁？看着有点眼熟。楼下舞池中央，一个染着黄发的年轻男人正将红酒瓶倒拎着，往一名中年男人头上浇酒，周围人群起哄，男人脸上带着嚣张的笑容，正是白小纯的私生子白守业。白小纯的私生子白守业，当然眼熟，这家伙在酒吧里横行霸道惯了。原来他就是白守业。要是我帮白家姐妹把这小杂种放了，会怎么样？丑九儿猛地转身，眼神严肃，语气带着警告：你别乱来。白小纯对这私生子宠溺到极致，鲜为人知。之前有人欺负白守业，白小纯直接让人打断对方一家老小的腿，丢到外地。教导主任批评了他，第2天就服侍人工湖。这么说，他是白小纯的死穴。白小纯就是个疯子，你没必要招惹他。就算你背井通天，也架不住疯子拼命。你这是在担心我吗？我懒得搭理你。君子，来皇后酒吧外面候着，好戏要开始了。秦朗挂断电话，整理了下西装外套，快步走出包厢。楼下的白守业似乎察觉到什么，抬头往3楼方向望来。秦朗离开皇后酒吧后，并未直接回家，而是让君子驱车前往阳光孤儿院。他知道，要彻底断绝叶枫与苏小小的联系，还需要最后一把火。吩咐你处理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人都找好了，今晚就动手。少爷，白守业就是个人渣，祸害了好几个家庭。调查的越深入，越觉得这小子该死。君子的拳头不自觉攥紧，对于白守业的恶行，他打心底里厌恶。如此一来，利用他倒是再好不过。白小纯的溺爱，早把他养成了无法无天的废物。少爷，您真是神了！叶枫果然去找苏小姐了，两人闹得彻底掰了。您这运筹帷幄的本事，堪比诸葛亮啊！诸葛亮那叫足智多谋，让你多看书。昨晚是不是把知识都还给张经理了？哪能啊！我觉得咱们别急着回去，让苏小姐自己琢磨。叶枫就彻底没翻身机会了。今晚有事，去阳光孤儿院，与其等他自己想通，不如添把火，烧到叶枫眉毛上。半小时后，轿车停在秦朗别墅门口，苏小小提着一个小布包快步上车，看到秦朗在睡觉，便安静地坐在旁边，神情低落。怎么心不在焉的？谁欺负你了？告诉少爷，我帮你揍他。苏小小抬起头，眼眶微红，语气带着困惑和委屈。少爷，叶枫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他跟踪我，还污蔑你。白小姐说她也往你身上泼脏水。晚上我的银行卡还收到一笔巨款，肯定是他打的。他是想用钱砸我吗？苏小小低下头，手指绞着衣角。在他心里，叶枫曾是亲弟弟般的存在，如今的转变让他既厌恶又惋惜。人总会变的，别想太多。有我呢，还记得这个吗？少爷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是我小时候的心愿盒，早就丢了。这只铁盒子是秦朗从孤儿院院长那里要来的，里面装着苏小小童年的心愿。他知道，这将是打开苏小小心扉，彻底断绝他对叶枫念想的关键。院长奶奶又在为钱发愁，我长大后要赚很多钱，让他不用再愁。我想吃冰淇淋，以后要赚好多钱，给院长奶奶买，也给自己买。少爷，别读了，都是小时候不懂事写的，不作数的。院长奶奶说要找个很好的男朋友，我想和他去游乐园玩，一起看太阳升起。苏小小站在原地，眼圈泛红，泪珠在眼眶里打转，
秦朗将铁盒举过头顶，凝视着他的眼睛，神情认真。在你眼里，这些是小时候的胡话，但在我眼里，都是你最真的愿望。我想陪着你实现它们，陪你吃冰淇淋，去游乐园，看太阳升起。你的所有愿望，我都想参与。苏小小，你愿意吗？请宿主成功攻略女主角苏小小，获得天命反派值5万。请女主角苏小小产生剧烈情绪波动，获得天命反派值1000。摩天轮升至半空，城市夜景尽收眼底。秦朗望着下方疾驰的警车，心中了然，他安排的戏码已然开场，而身旁的苏小小还沉浸在与少爷独处的羞涩中，未曾察觉风暴将至。已经开始了吗？白小纯这老东西还真是够疯狂。苏小小听到秦朗的话，抬头疑惑地看着他。站得高看得远，天海市的夜景算得上一绝。你坐里面只能看到游乐园，从我这边能瞧见市区全貌。白守夜被绑架的消息传到白家，白小纯瞬间暴怒。这个被他视若珍宝的私生子是他的逆鳞，如今逆鳞被触，他彻底失去了理智。村长，保镖都是吃干饭的，让他们跟着人还能丢了？给我打电话，让张局派人搜，让黑龙会挨家挨户找，今晚必须把人找回来。无法无天，敢动我白小纯的儿子，找到人我要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滚出去找人！找不到你们也别回来了。阿福唯唯诺诺点头，转身快步离开。白如玉将一杯牛奶递给白小渊，眼神中满是心疼。喝点牛奶压压惊，等安静了再去睡觉。姐姐，男孩子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女孩子就不值得疼吗？白如玉搂着妹妹的肩膀，眼神中闪过一丝苦涩。白小纯怒气冲冲地走下来，径直看向白如玉，眼神凶狠。这件事是不是你干的？立刻把人放了。以前的事我可以不计较，要是守夜出事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白如玉身体一僵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白小纯，他没想到父亲会不分青红皂白就怀疑自己，多年的委屈和愤怒瞬间爆发。不要把别人都想成你一样坏，我不屑做这种事。我争白家产业不是为了钱，是不想母亲的血汗成全别人。我把话放这，白守夜要是出事，白家的钱我一分不拿。云云，我们走，这里不是我们的家。白如玉拉着白小云快步走向门口，路过白小纯时，眼神中满是怨恨和不屑。白小纯看着两人的背影，心中闪过一丝愧疚，但很快就被寻找儿子的怒火掩盖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晚麻烦你跑一趟。出什么事了？还不是白守夜被绑架的事。白小纯大发雷霆，还怀疑是我干的。我和云云受不了，就搬出来了。叶枫呢？他是你们的保镖，万一居心不良怎么办？他没时间管我们。白小纯觉得他身手好，让他去寻找白守夜了，还说他最有可能找到人。秦朗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心中计划愈发清晰。放心，一切有我呢，我先去探探情况。今晚要不要留下来？我们刚好可以商量一下公司的事情。白经理，公司的事情交给你，我是1000个放心，绝对不会插手的。我在这里跟你保证，同样的也要跟你申请一下。申请什么？申请白经理允许我休息1个晚上，给董事长放天假吧。白如玉愣了一下，秦朗转身朝着门口走去。白如玉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，眼神复杂。秦朗离开了白家姐妹的别墅，他此行并非休息，而是有着更重要的任务。他必须赶在叶枫之前掌控局面，毕竟作为天命反派，先下手为强是生存的准则。秦朗的身影在黑暗中快速穿梭，动作轻盈如鬼魅，速度极快。体质达到200点就是不一样，这种速度就算是叶枫来了，也未必能追上。君子虽然可靠，但叶枫是血狼佣兵团的化身，实力强悍，必须谨慎应对。秦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人皮面具，熟练地戴在脸上，又从背包里取出一套衣服换上，俨然变成了叶枫的模样。这一元素果然厉害，不是特别死气的，根本看不出破绽。只要不在认识我们的子女孩子面前用，就绝对安全。秦朗之所以易容成叶枫，就是为了栽赃嫁祸。他要让白守夜的事看起来与叶枫脱不了干系，毕竟气运之子的光环也该被打破了。他妈的，有没有搞错？不是说这小子就是一个普通土豪的儿子吗？怎么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？是啊，大哥，外面到处都是警车鸣笛声，刚才车友群里还说黑龙会的人都出动了，这架势也太吓人了。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角落里的白守夜，眼神中满是咬牙切齿。白守夜被他们看得浑身发抖，嘴里发出嗯嗯的声音。阿虎，去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来头。阿虎点了点头，攥着一把匕首站起身，走到白守夜面前，一把拽出他嘴里的布，动作粗鲁。给我老实点，别大吼大叫，要不然老子让你知道什么叫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说你到底是哪家的小杂种？我爸是白小纯。阿虎和傻强同时愣住，手里的动作停住，脸上满是震惊。蝎子也猛地站起身，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。阿虎反应过来，后气的一巴掌抽在白守夜脸上。大哥，咱们这次把事情闹大了，这小子竟然是白小纯的儿子，白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身价100亿的巨富啊！现在整个天海市都在搜捕我们，怎么办啊？不会吧，白小纯不是大慈善家吗？我们把人放回去赔礼道歉，会不会原谅我们？慈善家，连黑龙会都出动了，你觉得是警察能驱使的？还不是白小纯在幕后主使？这交完资本的心都脏。事已至此，后悔也没用了。我先去撒泡尿，你们看好他。
蝎子朝着楼梯下面的卫生间走去，脚步声逐渐远去，房间里只剩下阿虎和傻强，两人面面相觑，脸上满是绝望。就在这时，房间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撬开，发出咔嗒一声清脆的声响。阿虎和傻强听到声响，脸色骤变，立刻放下手里的啤酒，抓起桌上的匕首，一左一右的躲在门后，眼神警惕的盯着门口。秦朗身体微微一侧，轻松避开，手腕用力一拧。就你们这三脚猫功夫，还想伤我？角落里的白守夜看到秦朗，像是见到了救星，身体剧烈挣扎着。拿下来！阿虎踉跄着后退几步，看着秦朗强大的实力，眼神中满是惊恐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突然冲过去，左手握着匕首抵在白守夜的脖子上，冲着秦朗疯狂嘶吼：“你别过来，要不然我就杀了这个小子！你不就是冲着白小纯的钱来的吗？有事好商量，只要放我们离开天海市，到时候自然会把人放了。”秦朗脸上的笑容不变，反手抓住一旁的傻强，将他拽到自己身前，捡起地上的匕首，毫不犹豫地朝着傻强的右边胸膛扎了下去。你别乱来，把刀子放下，别伤了，要不然你的好兄弟就没命。大哥，我招谁惹谁了？快让他住手！我把布拿下来。阿虎慌忙拽出白守夜嘴里的布，白守夜大口喘着气，看到秦朗后，立刻破口大骂：“叶枫，你他妈的在干什么？是想要让我死吗？你有本事来救人，你有本事拆下口罩啊！我他妈知道你是叶枫，你有本事就别装，老子要是出了事，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只要你救了我，你想要多少钱，我都能给你，救我！”秦朗听到白守夜的话，眼中闪过一丝杀意，他手腕一动，匕首再次插进傻强的左胸膛，两个血窟窿血流不止。我这人有强迫症，右边有个窟窿，左边没有，不对称。白守夜彻底傻眼了，看着秦朗冰冷的眼神，终于意识到对方不是来救自己的，他脸色惨白。叶枫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之前对你不敬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给你钱，给你很多钱。你能跟白如玉和白小云比吗？就算你喜欢季剑，我也不喜欢。秦朗话不多说，手腕一甩，匕首精准的刺中白守夜的心口。白守夜眼睛瞪得滚圆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，身体椅子上滑落，倒在地上没了气息。傻强看着这一幕，吓得魂飞魄散。秦朗便伸手扭断了他的脖子。阿虎见状，转身想要逃跑，阿虎摔倒在地，秦朗上前一步，一脚踩断了他的气。秦朗蹲下身，将阿虎的指纹印在匕首和傻强的脖子上，生两人互相残杀的假象。他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转身朝着门口走去。在卫生间的门口，蝎子正背靠着墙壁，亲眼目睹了这一切。他的后背被冷汗浸湿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疯了，疯了！借刀杀人，好一招借刀杀人！这该死的叶枫竟然拿我们兄弟当挡箭牌，目的就是为了侵吞白小纯的家产，好一招釜底抽薪啊！蝎子挣扎着起身，踉跄的走到房间门口，探头确认走廊无人后，迅速返回屋内，用一脚擦去自己留下的指纹，抓起桌上的钱包和手机，跌跌撞撞的朝着楼梯口跑去。去找叶枫，他能轻松搞定2个1米8的壮汉，我上去就是送命，找白小纯告密，我也是绑匪同伙，白小纯绝对会连我一起弄死。必须赶紧溜出天海市！秦朗靠在巷口的墙壁上，看着蝎子狼狈逃窜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算计的笑容。他抬手摘下脸上的黑色口罩，将其与手上的手套一同塞进背包，随后取出人皮面具，轻轻抹撒。这蝎子倒是精明，知道留定有用，有他这个目击证人，叶枫就算长100张嘴也说不清了。气运之子叶枫，你以为靠白小纯就能站稳脚？先尝尝替我背锅的滋味吧，这只是开始。守夜，爸爸不会放过任何伤害你的人。白小纯猛地站起身，快步走到叶枫面前，眼中满是期待。叶先生，我儿子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我知道你手眼通天，一定能找到他的，对不对？并没有。白道和黑龙会那边呢？谁有空管儿子？昨晚不知道吃了上吐下泻一阵，现在最近真是邪运气差。还没有消息，劳烦叶先生操心了。这件事还需要麻烦先生多多帮忙，事后必有重谢。放心吧，绑匪应该是为了财，不可能对白公子下狠手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你们是不是查错了？白小纯身体一僵，手机从手中滑落，他双目呆滞，整个人仿佛苍老了10岁。下一秒，滔天的怒火从眼中迸发，他猛地嘶吼起来：“是谁？究竟是谁杀了我的儿子？有没有搞错？我刚说完白守夜没事，就传来他被杀的消息，这霉运是甩不掉了。白小纯该不会以为是我搞的？”叶枫还不知道，秦朗早已为他量身定制了罪名，而他的霉运才刚刚开始。雨嫣不就是一个臭男人吗？有必要这么伤心吗？不去上班也就算了，连我都不搭理了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闺蜜啊？如果不是你，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关于秦朗的事情吗？值得吗？不就是一个秦朗吗？他就是故意吊着你，这招叫欲擒故纵，渣男的惯用手段。换作是其他谈过恋爱的女孩，都不会中这么低劣的伎俩。等着吧，你把秦朗约出来，我有100种方法拆穿他的丑陋面目。你可不许乱来，我这段时间心里已经够烦的了。阿宁姐，
你想要继续看着雨嫣这么堕落消沉下去吗？秦朗是什么人？作为旁观者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咱们俩合伙将雨嫣控制住，揭穿秦朗的真面目。你们敢？林佑楚张牙舞爪地过去，阿宁犹豫了一下，也上前帮忙。几分钟后，穆雨嫣被两人按在沙发上，动弹不得。林佑楚拿起穆雨嫣的手机，熟练的解锁。穆小姐，林小姐也是为了你好，万一秦朗真的是渣男呢？搞定，已经约好了，地点就在我家的开元国际酒店，等着看我怎么揭穿秦朗的真面目吧。少爷，对付女人方面，我愿称名为最强。您就像是猎人一般，只要敲定目标，就没有搞不定的猎物。还记得穆总裁以前看见您的时候，总是爱答不理，要么就是一脸厌恶。可现在倒好，3天2头主动往您住处跑，现在还主动邀请您共进午餐，这明显是在泡您啊！猎人，我可没兴趣当什么猎人。若不是系统提示穆雨嫣的情绪在剧烈波动，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事。我这会儿估计已经在给苏小小上课。迈巴赫缓缓停在开元国际酒店入口外，君子刚想撑伞下车，秦朗却摆了摆手，自己拿起一把伞，推开车门走了下去。林佑楚故意没有带伞，他以为秦朗看到他这副柔弱的模样，一定会上前搭讪，到时候他就能顺势揭穿秦朗的渣男面目。可他没想到，秦朗只是站在原地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女主角林佑楚产生情绪波动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0。死的秦朗，没看到本小姐没带伞吗？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，就不能上来问一下吗？林佑楚咬了咬牙，心里一横，故意脚下一滑，他轻轻摔了个大马趴，瘫坐在雨水里。他抱着双膝，肩膀微微颤抖，看起来可怜又无助。佑楚他怎么可以这样？分明是在滥用秦朗的同情心。这么大的雨，要是感冒了怎么办？我得去送把伞。小姐，您就别添乱了。林小姐都为了你做到这一步了，冒着淋雨也要揭穿秦朗的真面目，你现在去不就白费他的苦心了吗？穆雨嫣犹豫了一下，阿宁连忙指着屏幕，语气激动：“小姐，你快看，秦朗动了，他要下手了。”穆雨嫣顺着阿宁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屏幕里的秦朗朝着迈巴赫挥了挥手，君子拿着另一把伞下了车，两人一起朝着林佑楚走去。穆雨嫣的心跳不由得加快，紧紧攥住了拳头。君子，你觉得这女孩是怎么一回事？受了情伤，还是怀了孩子没钱打胎？情伤吧，肚子都没鼓起来，不像是怀了孩子。可能是时间短，还不显孕肚呢。也有可能。林佑楚傻眼了，他抬起头，雨水顺着脸颊滑落，夹杂着泪水。他看着秦朗那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这玩意儿是渣男，分明就是个钢铁直男啊！见到弱女子淋雨，不放情绪和问暖就算了，还喊我不要一起看热闹，有这么羞辱人吗？女主角林佑楚产生剧烈情绪波动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200。女主角林佑楚愤怒值持续上升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00。林佑楚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怒火。他知道自己不能前功尽弃，他挤出一抹委屈的笑容，声音柔弱的开口：“哥哥，好大的雨啊，你能借我一把伞吗？”小妹妹，你难道不识数吗？总共就2把伞，怎么借给你一把？我的腿刚刚扭到了，好疼的。哥哥，你就帮我撑一会儿伞吧，好不好嘛？你这别着的是什么东西？鼓鼓囊囊的，拿出来我瞅瞅。没有必要吧？君子，我们走。别走，我给你看还不行吗？哥哥，这是水果刀，是用来切水果的。切水果？这大雨天的，你出门不带把伞，带一把刀？林佑楚被问得哑口无言，他心里快要崩溃了，恨不得拿水果刀捅秦朗几下。但想到监控室里的穆雨嫣，他还是强压下怒火，将水果刀丢到一边，开始卖惨。哥哥，我爸爸妈妈在家里吵架，说是要离婚，还打我，我好害怕，我好冷。哥哥能带我去一个温暖的地方取暖吗？少爷，要不就……都不容易啊。这样吧，我正好有个朋友，他对你这种学生又缺乏关爱的对象特别的感兴趣，要不我把他喊来，咱们几个一起好好的聊聊。林佑楚心里狂喜，他以为秦朗终于暴露了真面目，他正面对着秦朗，右手悄悄放在身后，比了个 OK 的姿势，就是为了让监控室里的穆雨嫣看到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朋友？大雨天的不进去躲雨，站在这里做什么？是你报警的？是我报的警。警察同志，这个小姑娘还在上高中，家里父母吵架，还被父母揍了一顿，不敢回家，麻烦您送她一趟，免得出什么意外。小姑娘，别怕，把家庭住址告诉我，我送你回去。有什么事跟警察叔叔说，我们帮你解决。不用麻烦警察叔叔了，我没事。哎，刚才不是你说自己一个人不敢回家，还说要让我带你回家取暖吗？怎么回事啊？难不成你觉得我家比你自己家还温暖？我刚才是跟您开玩笑的，警察叔叔。其实我不是女学生，我已经成年了，就是跟朋友闹着玩呢。玩笑？什么玩笑啊？你刚才明明说自己是高中生，还说父母家暴你，而且我们才刚见过一面，
连名字都不知道，怎么就成朋友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把身份证拿出来。我身份证忘记带了。妨碍公务人员办案，浪费公务人员时间，你觉得这个玩笑很好笑吗？你知道我们为了你的家事推掉了多少紧急的事情吗？对不起，警察叔叔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对不起有用的话，还要我们警察做什么？这本公民守则，你从头到尾大声朗读一遍，3天内背下来，到时候来局子里找我，当众背诵一遍，记住这个教训。我知道了。林佑楚站在雨幕下，在警察和秦朗的注视下，一字一句地念着爱国守法、明理诚信、团结友善。秦朗，老娘跟你拼了！让你羞辱我，让你找警察来！混蛋，王八蛋！林佑楚气得浑身发抖，却看到2个熟悉的身影从酒店里跑了出来。秦朗，你别生气，这都是误会。她是我的闺蜜林佑楚，是燕京林家的嫡女，她也是为了我好才会做出这些事情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们2个是闺蜜，合着在这里给我演戏呢，有意思吗？秦朗，你别装了，你早就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那些肮脏的小心思，就算你能瞒过雨嫣，也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。看来你闺蜜对我成见很深啊，正好我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秦朗说完转身就要走，穆雨嫣连忙伸手拉住了他的胳膊。秦朗，别走！佑楚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到底想把我置于什么境地才满意？穆雨嫣心里满是无奈，她知道自己和秦朗之间已经有了隔阂，林佑楚这番操作无疑是把他往火坑里推，她真怕秦朗就此彻底不理她了。秦朗，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有正事的，美颜丸的产品报告出来了，我带来了，你作为配方提供方，有必要看看，给点意见。你不是想开公司赚钱吗？这美颜丸就是你公司盈利的第一炮，必须认真对待。我们去酒店里开个包厢，边吃边聊行吗？谈正事要紧，走吧。秦朗，你看看这份报告，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管说。这份报告虽然把基本情况介绍清楚，但还是有瑕疵。开头部分太普通，没有亮点，中间阐述美颜丸优点的时候不够具体，最关键的是结尾太草率了，没有吸引力。你说的对，我也觉得结尾有点仓促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改？这样吧，等什么时候有空，我们再详细商量，把这份报告查缺补漏完善好。现在先吃饭，菜都要凉了。秦朗夹了一块可乐鸡翅放进穆雨嫣碗里，穆雨嫣心里一喜，可乐鸡翅是她很喜欢的菜，没想到秦朗还记得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味道真不错，很好吃。秦朗，有些事情我必须跟你道歉。以前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但是我真的是无意的。我不知道你为了家族需要做那么多，我一直以为你都是装出来的纨绔模样，直到现在我才知道真相。这杯酒算我赔罪的，我跟你道歉。穆雨嫣仰头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，再次举起酒杯。还有我妈妈那边的事情，也多亏了你的安排。昨晚她打电话跟我说，最近身体好转了很多，病情也得到了控制。这杯酒是我感谢你的，我干了。细密的雨丝斜至而下，君子立刻快步上前，将伞稳稳罩在秦朗头顶。秦朗坐进后座。少爷，咱现在去哪儿？回别墅还是去找白大小姐？要不邱小姐那边也问问。先不回去，上次让你招人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来了不少人，都没敢让他们随便入职。我把人都聚在市中心那家鼎盛酒店了，正打算过去给他们上课呢。你给他们上课？君子，你胆子倒是越来越大。本来8成能留下的人，经你这么一讲，能剩3成不错了。少爷，这话可冤枉我，我这阵子天天抱着书看，知识面蹭蹭涨，忽悠几个老战友还不是手到擒来。行，明天我跟你一起过去，看看你这讲师到底有多大能耐。好嘞，保证让您刮目相看。白小纯猛地抬手，将茶几上仅剩的一个茶杯扫落在地。蝎子，我要你全家老小给我儿子陪葬，我要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能。老爷，警方那边已经封锁了各大高铁和机场，还没找到蝎子的踪迹。找不到，一个大活人还能凭空消失了？老爷，现场勘查有了新发现，傻强是被扭断的脖子，阿虎的脏器是被巨力踹碎的，这根本不是绑匪内讧能造成的。现在已经确认，蝎子就是杀小少爷的真凶，只是他跑得太快了。黑龙会呢？我养他们那么久，关键时候顶什么用？黑龙会已经全员出动了，我刚收到消息，他们正在排查城南区的出租屋。叶枫呢？今天一整天都没见他人影。我儿子出事的时候，他死哪去了？叶先生，从咱们家离开后就一直待在住处没出来，昨晚也在房间里，没出去过。周围的保镖都能作证。没出去？好一个叶枫！我花300万年薪请他来当保镖，他就是这么忽悠我的。我儿子出事，
他居然躲在房间里装死。白小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怒火在脸上烧得更旺。叶枫的事先放一放，现在没空管他。阿福，你去告诉黑龙会，赏金加倍，只要能抓到蝎子，多少钱我都给。是，老爷。还有，把所有消息通道都打通，蝎子肯定没离开天海市，就算把整个天海市掀翻过来，我也要在明天之前见到他的尸体。台下有人轻轻推搡着交流，几个跟君子相熟的人对着他挤眉弄眼。军哥，你现在可真发达了，把咱们这么多老战友喊来，还一人一间单人房，这酒店半层都被咱们包了吧？是啊，军哥，咱们这批退伍的里，就你混得最牛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违背原则的事我们可不干。我现在的工作挺好，月薪快上万了，朝8晚6还有双休，要不是给你面子，我才不来呢。老黄，你刚才说月薪上万就财富自由了，我告诉你，错，大错特错。什么是财富自由？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，是你不想干的事能说不。你们现在的工作，老板让你喝杯酒，你敢说不吗？你说不试试，明天就卷铺盖滚蛋。那谁敢啊？这不等于自寻死路吗？那军哥，你敢跟老板说不吗？我当然不敢，我比你们谁都累。少爷一句话，我就得屁颠去办。你们以为我愿意在这扯嗓子？这破话捅坏了，我嗓子都快冒烟了。君子故意叹了口气，脸上却带着得意的笑容。台下众人面面相觑，都等着他的下文。没办法，谁让少爷给的太多了呢？台下瞬间响起倒吸冷气的声音，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盯着君子。秦朗在后排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军哥，你现在一个月多少工资？别提了，月薪不到3万，加上季度分红和年终奖，一年也就100-200万吧。君子挠了挠头，一脸为难。你们以为这钱好赚？还有，上次少爷出去消费，剩了200万，他随手就甩给我了，让我给40几个弟兄去分。你知道我多为难吗？平均分肯定不行啊，有卖力的也有偷懒的。这钱不管怎么分出去，我这个带头的都是得罪人的。哎，世道艰难，得过且过。我这次喊你们过来呢，也是想扩张一下少爷的保镖队伍。话就这么多，说起来都觉得我自己很委屈。你们要是想干呢，那就吱一声；不想干呢，我也不为难你们。咱们以后还是老战友。君子话音刚落，老黄的手机突然响了。老黄尴尬地接起电话，听了几句后脸色涨红，猛地拍桌子。加班加你妈的班！老子今天调休不知道吗？大周末让我回去，脑子进水了，老子不干了，爱谁谁！老黄狠狠挂了电话，对着君子龇牙一笑。会议室里瞬间炸开锅，呲呲声此起彼伏，像进了一窝老鼠。所有人都激动地站起来，朝着君子挥手。军哥，我干！侄子，算我一个。这君子还真有点本事。包厢门突然被推开，7、8位身着黑白制服的女郎鱼贯而入，个个身姿窈窕，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，只是身上都涂满了黑色的粉末。女郎们纷纷入座，每2人中间坐一位。桌上的壮汉们瞬间坐直了身体，眼神不自觉地瞟向身旁的女郎。秦朗端着酒杯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众人。秦少，这些美女身上涂的黑粉是什么？挺特别的，一种时尚。大家放开点，都是自己人。秦朗脸色一沉，把手都伸出来。老黄等人犹豫了一下，纷纷伸出双手，所有人的手掌上都沾满了黑色的粉末。众人羞愧地低下头，不敢看秦朗。我不过是测试你们的定力，要是执行任务时，对方扔个女人过来，你们是不是就把任务抛到九霄云外了？秦少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这姑娘们太好看，一时没忍住。我们下次绝对不敢了，一定守住底线。没忍住，你们是人，君子就不是人。君子，把手摊出来。君子立刻上前一步，将双手平摊在众人面前，他的手掌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黑粉。老黄等人眼里满是敬佩。看看君子，这才是保镖该有的素养。我不是否定你们，但定力这一块必须跟君子学，懂吗？军哥牛逼，这都能忍住，你就是我偶像。嘿嘿，小意思。包厢内瞬间鸦雀无声，紧接着爆发出雷鸣的吼响，技师们笑得直不起腰，保镖们指着君子的牙齿乐个不停。君子脸色一变，连忙用手捂住嘴，眼神里满是慌乱。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。君子，下个月工资扣2万。少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认罚。笑声戛然而止，保镖们收起嬉闹的表情，看着秦朗严肃的脸，纷纷坐直身体。都回去吧，君子留下安排后续，其他人明天开始集训。迈巴赫平稳行驶在夜色中，君子握着方向盘，看向副驾驶的秦朗。少爷，今天是我大意了，在弟兄们面前丢了您的脸。不过是做个样子罢了，在新人面前立威，总不能真罚他们，只能委屈你了。你找来的这些人或许身手不错，但论忠心和靠谱，10个加起来都不如你。我要的是能放心交后辈的人，你从来都是第一个。少爷，您放心，以后谁敢背叛您，我第一个废了他。行了，别煽情了，待会儿把我送回去，你去仙指连放松，账记我名下。谢谢少爷。那个老东西太过分了，我不过是想要回属于我的流动资金，他不但不给，还指着我的鼻子骂，甚至连我妈都牵扯进来，说他没给白家生儿子，以前的付出全是白费。你要这笔钱做什么？
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了。我才不要占你便宜，拿工资还占股份，我心里不安。这笔钱是用来投资的，我看好几个行业，未来肯定能大火。公司现在的资金不够进军这些领域，缺多少钱？我给你。你就这么信我？不怕我卷款跑路？我带着云云远走他乡，你都找不到我。我信你，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，缺钱我出，缺人我招。白如玉凝视着秦朗的眼睛，里面没有丝毫怀疑，只有真诚。她心里一暖，抿了抿嘴，伸出5根手指。5个亿，先给我5个亿就行。5个亿，我身上暂时没这么多流动资金。没事，等美颜丸上市盈利了再弄也不迟，大不了少赚点。我没说弄不来，等着。秦朗拨通备注妈的电话，按下免提，电话很快被接通，传来一道温婉的女声：“小朗啊，今天怎么想起给妈打电话了？是不是想妈了？想回来就说，老爷子天天念叨你呢。”妈，我秦朗打钱5个亿。白如玉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秦朗。秦母在电话那头愣了2秒，随即轻笑起来：“你这孩子还是这么直接。行，我让你小姑那边安排10分钟到账。你在天海市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太累了。”知道了妈，挂了。白如玉的手机突然响起，她看了眼屏幕，是公司财务的电话，连忙接起。秦朗坐在对面，悠闲地喝着茶，看着她震惊的表情，嘴角带着笑意：“到账了，5个亿，10分钟就到账了。银行不用核实的吗？这么大一笔钱。”我妈公司隔壁就是商行总行，我小姑是副行长，盖个章的事。你是燕京秦家嫡子，不然你以为我哪来的底气跟白小纯叫板？那再要100亿怎么样？投资越多，回报越大。贪心了，零花钱也得慢慢要，先拿5个亿启动，不够再给你弄。记住，每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爱护她的男人。我还有事，先去公司安排投资的事。白如玉跑出茶室，秦朗手机又响了，屏幕上显示求923个字。秦朗，我要蝎子的情报，白小纯疯了，悬赏提到10个亿，黑龙会提供情报就能拿赏，我们91分成。91分成？我不喜欢这个比例。91还不够，这是天价悬赏了，换别人连1半都拿不到。不是嫌少，是比例不好听。给我5个亿，打到大秦天下投资型的对公账户，我给你蝎子的行宫。5个亿，行，我现在就让人打款，你赶紧把情报给我。白小纯催得紧，再找不到蝎子，他要把天海市翻过来了。城南区西郊鹰嘴山半山腰的破庙里，他藏在那里快1天了。记住，我的人刚撤，别留下破绽。谢了，钱马上到账。给白如玉投资，这波算是用便宜了丈人。追他女儿了，不错，就叫我秦芳心做伙伴了。秦朗脑海中快速闪过剧情脉络，随即拿起手机给君子发了条信息。指尖在屏幕上停顿片刻，又补充了撤离后隐蔽待命的字样。剧情提前也好，省得夜长梦多。叶枫和白小纯狗咬狗，正好省了我不少。秦朗穿过喧闹的人群，走到吧台，抬手敲了敲台面。林佑楚猛地转头：“怎么是你？你跟踪我？你凭什么不说话？是不是心虚了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公民守则被多了没事干。你有本事别跟我说话。”秦朗立刻做了个虚的手势，转身坐到旁边卡座。林佑楚气鼓鼓地坐回原位，没2分钟就忍不住偷瞄他。突然，一群穿黑西装的壮汉簇拥着个大脑袋男人走来，将林佑楚的卡座团团围住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林大小姐，别装糊涂，你老太爷留下的宝藏在哪？说出来，放你走。什么宝藏？我根本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就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慢慢想。2名打手上前就要拉林佑楚，林佑楚吓得浑身发抖，眼泪瞬间涌出，转头看向秦朗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秦朗，救我！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宝藏，我道歉，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”秦朗再次做了个虚的手势，眼神示意自己有言在先。林佑楚心态崩溃，呼喊着拍打桌面：“我是傻逼，秦朗，求你了，救我，开口啊！给我个面子，先放开他。”你他妈！等等，要我给面子，得拿出诚意吧。赌一局，你赢，人带走。我再告诉你一个宝藏秘密，你输，人我带走。好，楼上开包厢，我等你。董事长好。仇龙没理会迎宾，径直往酒吧里走，嘴里还在低声咒骂：“什么玩意儿？秦家的人就了不起，女婿见老丈人还敢摆架子，待会看我怎么教训他。”你少逞能，秦家家大业大，九儿喜欢就好，别到时候下不来台。都是你惯的，要是他今天态度不好，我绝不同意你们在一起。3人走进酒吧，一眼就看见坐在吧台旁的秦朗。秦朗招了招手，没有起身的意思。裘龙的脸瞬间黑如锅底，脚步顿了顿，怒气更上。你们看，这就是你们说的好女婿，老丈人来了都不起身。3人刚走到吧台前，君子快步上前，俯身对秦朗低语几句，随后站在秦朗身后。方春雅和丑九儿同时看向裘龙，眼神里满是看戏的意味。裘龙清了清嗓子，刚要开口，
就被秦朗打断。裘叔叔、方阿姨、九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刚遇到点麻烦要上楼处理，你们要是没事，跟着一起处理完咱们再聊。当仇龙和郑虎四目相对时，两人同时愣住。郑大头，你是他请来的帮手？仇龙瞥了眼秦朗，默默往旁边站了站，没有说话。裘九儿拉了拉方春雅的衣袖，眼神里满是惊讶。妈，郑虎是赌界36侠之一，秦朗怎么会跟他对上？别说话，看看情况。郑老板放心，他们就是来旁观的，咱们开始赌吧。好，麻将牌、酒、扑克牌、骰子、轮盘猜大小，你随便选。秦朗，他是赌界36侠，你别跟他赌。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号，裘黑蛋，你闺女倒是比你有眼光。林有楚在角落听到36侠4个字，瞬间瘫在沙发上，眼神绝望。秦朗却不为所动。秦朗叹了口气，抬手往后一伸，他的手下瞬间反应过来，刚要掏家伙，君子上前一步，枪口对准人群。秦朗拿起君子的枪，对准刚才要骂他的打手，说：“是谁开的枪杀了你们老大？”是，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，快步上前拍了拍仇龙的肩膀。裘叔叔，你别抖啊，怎么会是你开的枪？是我保镖开的。再说了，我们是特殊行动部门的专员，击毙几个非法销售商，是为民除害啊。说得对，是好事，为民除害。您明白就好。我们是特殊行动部门专员，击毙几个反抗的销售商，合理合法。君子上前一步，从怀中掏出红色证件晃了晃，外面传来警笛声，由远及近。君子看向秦朗，微微颔首：“少爷，你们从后门走，这里交给我。”裘叔叔、方阿姨、九儿，我们先离开，别耽误了正事。说好的教训秦朗呢？喝了2杯就认怂，最后还想拉着人家拜把子，那是你女婿，不是你兄弟。方初雅絮絮叨叨骂了一阵，见仇龙没反应，声音渐渐小了下去。车子驶离市区，裘龙突然睁开眼睛，眼神清醒，脸上的醉意消失无踪。我刚才差点死了。胡说什么？郑虎都被他干掉了，你好端端的。秦朗最后一枪对准了我，那小子是真的想杀我。他手下有红本本，杀5个人和杀6个，对他来说没区别。他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谁他妈说他是纨绔子弟？这分明是个老阴蔽。他早就计划好了，杀郑虎不留一点纰漏，甚至还能立功。方春雅看着他的样子，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那九儿怎么办？他还在酒店。幸亏有酒，要不然最后一颗子弹就留给我了。这事儿让他自己处理吧，咱们管不了。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女儿都不管了？不是不管，是不敢管。秦朗这种人，咱们惹不起。裘龙的脸上写满了无奈，他知道，从秦朗开枪射杀郑虎的那一刻起，黑龙会就已经成了秦家的附属。裘九儿醒来，发现秦朗正看着他，脸颊微红。昨晚不是挺嚣张吗？还敢用枪指着我爸？我这不是替你出气吗？谁让他总给你安排相亲？哦，你吃醋了？开什么玩笑？我的女人不允许别人染指。下次不许对我爸那样了。他要是欺负你，我帮你。九儿，你对自己的魅力一无所知。床头手机突然响起，打破了暧昧的气氛。裘九儿拿起手机，脸色逐渐凝重。说什么事？大小姐，白小纯抓到蝎子了，但杀白守夜的不是他，是叶枫。他要咱们黑龙会帮忙杀叶枫，还说要给10个亿悬赏。茅草屋周围杂草丛生，几名黑龙会成员站在一旁，手里拿着武器。蝎子跪在地上。你说什么？杀守夜的不是你，是叶枫。白先生，真的是叶枫，他突然闯进来，我2个兄弟一下就被打倒了。白少爷喊出了他的名字。叶枫，他为什么要杀守夜？白少爷说，叶枫想让您家2位小姐继承家产，再把他们收了。白小纯愣在原地，风吹动他的风衣，露出他颤抖的双手。良久，他转身走向山下，脚步沉重。守夜，爸爸对不起你，是爸爸引狼入室。老爷，节哀。阿福去黑市，杀手榜前3名我都要，多少钱都给。我要叶枫生不如死。秦朗与仇九儿2人坐在沙发上。秦朗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说吧，什么事？白小纯要杀叶枫，找了我们黑龙会，但叶枫实力太强，上次在皇后酒吧一个人放倒30个。我想请你坐镇，必要时杀了他。秦朗皱眉。没关系，这本来就是我一厢情愿。叶枫实力太强，你没必要冒险。你要亲自去。上次他在皇后酒吧废了我10几个精英，不杀他，兄弟们没法服众。道上混的最讲义气。九儿，我本不想让你涉险，但你决定的事，我支持你，不管在哪，我都会站在你身后，挺你到底。秦朗，谢谢你，我以为你会拒绝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
叶枫交给我，保证万无一失。裘九儿沉浸在感动中，未曾察觉秦朗眼中一闪而过的金光。他不知道自己的真情流露，恰好成为秦朗猎杀叶枫的完美掩护。而白小纯的复仇计划早已在秦朗的掌控之中。月黑风高，芒砀山笼罩在黑暗中，几座坟包在月光下若隐若现。白小纯站在山脚，脸色阴沉。叶枫站在他身边，身后跟着多名白家保镖。叶枫环顾四周，皱眉摇头。白小纯叹了口气，脸上露出愁容，眼底却藏着杀意。白先生，守夜被藏在这荒山野岭，连茅草屋都没有。叶先生，委屈您了，保镖们的身手我不放心，只能请您出手。消息说守夜就在这附近。叶枫看着白小纯的样子，不以为然的摇头，转身朝山上走去。白小纯看着他的背影，拳头紧握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叶枫，一见凶多，装备真心，守夜我今天必。我上去搜查，你们跟着。山林间寂静无声，只有脚步声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。叶枫突然停下脚步，浑身汗毛倒竖，眼神警惕地扫视四周。叶枫刚要回头提醒，一名保镖突然拔刀，匕首直刺他的脖颈。叶枫反应极快，侧身捉住对方手腕，用力一拧。叶枫手持匕首，怒视剩下的保镖：“谁指使你们呢？白小纯还是秦朗？”保镖们对视一眼，齐声呐喊。叶枫冷哼一声，反握匕首迎了上去。叶枫是血狼佣兵团的领袖，久经沙场，这些从未见过血的保镖在他面前如同蝼蚁。不到5分钟，保镖全部倒在血泊中。山林间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。叶枫迈开步子朝山脚走去。白小纯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设计我！刚走几步，树林中冲出数十人，有纹着黑龙纹身的黑龙会成员，也有穿夜行衣的杀手。叶枫停下脚步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：“来吧，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千人斩。”高峰上，秦朗手持带红外线热成像的望远镜，观察着下方的战局。裘九也拿着望远镜，脸色苍白，双手微微颤抖。秦朗放下望远镜：“这叶枫真牛逼，杀了50多个了，就受点轻伤，不愧是气运之子。”他太恐怖了，我们真的能杀了他吗？要是他活下来，我们都得死。别担心，这些都是炮灰。白小纯请的高手还没出手呢，我的望远镜能看到热成像，他们藏不住。芒砀山山脚，叶枫浑身是血，身上布满伤口。白小纯站在不远处，踉跄后退。叶枫怒吼着扑向白小纯。就在匕首即将刺中白小纯时，3道身影突然出现，挡在白小纯面前。一名形同枯木的老者持拐杖砸向叶枫手腕，匕首脱手。一名侏儒手持比自身还长的武士刀，削掉叶枫右腿一片血肉。一名全身裹着夜行衣的女杀手站在一旁，身形窈窕。枯木逢春，矮脚七，血色曼陀罗，杀手榜前10的人物。白小纯花了多少钱请你们来？雪浪资助，你的人头值过1美金，送你上路，我们的排名就能提升了。就是吧！几名保镖冲上前当先锋，枯木逢春和矮脚七躲在后面偷袭。老狗，这是利息，来日我必让你生不如死。叶枫转身朝荒山逃窜，枯木逢春和矮脚七立刻追赶。血色曼陀罗看了眼受伤的白小纯，也追了上去。叶枫拼尽全力逃窜，他知道自己已是强弩之末，但他没想到秦朗早已在他的逃亡路线上布下了最后一道杀局。通知3组、5组，立刻赶往西坡悬崖底设置埋伏，记住留活口，我要亲自处置。是，少爷。各组已收到指令，静驾部署。秦朗放下通讯器，望远镜转向正在追赶的血色曼陀罗，镜片中映出女子窈窕却凌厉的身影。他微微挑眉，低声自语：“风妖系统实力堪比气运之子，这血色曼陀罗定然是原著中的女主角之一，截获她的机缘，至少能得5万天命反派值吧。”秦朗收起望远镜，转身朝着一条隐蔽的山道走去。叶枫子绝不允许，再往前，你的气运该到头了。杀了气运之子，不知道能赚多少反派值，想想就令人期待。秦朗抄近路赶往悬崖底，他要亲手终结叶枫的气运。而此时的叶枫已经被追至了悬崖边缘，退无可退。叶枫，你已无去路，前面便是万丈悬崖，跳下去只会摔成血沫。束手就擒，还能留具全尸。白老板说了，不要见人，只要见尸。你就算跳下去，我们也会下去找你的尸首。哈哈哈，想杀我？你们3个废物还不够格！今日我若不死，
他日定要将你们挫骨扬灰，让白小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叶枫猛地后退一步，身体悬空。陆鸿春三人脸色一变，快步上前想要阻拦，却只抓到一片衣角。叶枫的身影坠入浓雾之中，只留下一声悠长的呐喊：“我叶枫绝不会就这么死。”这个疯子宁愿跳崖也不束手就擒。走，从这条小路下去，就算他摔成了血沫，我们也要找到残骸，才算完成任务。没死，我竟然没死！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叶枫活动了一下手脚，虽然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疼，但双腿还能勉强挪动。他看向不远处的一条溪流，眼中燃起希望。只要能躲进溪流，顺流而下，就能逃脱。叶枫刚挪动了一步，突然身体一震，感受着体内涌动的气息，脸上露出狂喜之色，忍不住低呼出声：“突破了！我竟然突破到了第2层，伤势还在自行愈合。”哈哈哈！枯木逢春，血色曼陀罗，你们等着，我会回来报仇的。就在叶枫狂喜之际，子弹精准地扫向他的双腿，血雾瞬间炸开，骨头碎片混着鲜血飞溅而出。叶枫惨叫一声，谁让你开枪的？少爷说了要活口，你把他双腿炸没了，要是死了，怎么向少爷交代？军哥，我这不是怕他跑了吗？这可是血狼佣兵团的领袖，万一他暴起伤人，咱们几个不一定能制住他。军哥，老黄说的也有道理。是谁派你们来的？白小纯，还是血色曼陀罗？有种出来跟我单挑！一阵脚步声从密林深处传来，秦朗缓步走出。血狼佣兵团领袖，境外雇佣兵大佬，啧啧，也不过如此。老黄，你刚才开枪，可是辱没了他的身份啊！老黄脸色一变，连忙低头认错。叶枫则是被秦朗的话刺激到，猛地喷出一口鲜血。少爷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错什么错？千言万语汇成一句，干得漂亮！叶枫瞪大了眼睛，气血攻心，险些晕死过去。他用尽全身力气，双手撑地，朝着秦朗扑去，眼中充满了疯狂。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拉你陪葬！停！恭喜宿主击杀气运之子叶枫，开始结算天命反派值。停！恭喜宿主获得高级枪械精通。停！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医术。停！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危险感知。停！恭喜宿主获得气运之子功法真龙诀第1转，奖励暴击，获得9转天龙诀。9转天龙诀，叠加第1点就能发挥1.5倍体质效果，这比原著中的真龙诀。停！系统升级成功，天命反派值结算完毕，共获得1216700点。停！新剧情已融入，消耗20万天命反派值可提前知悉是否消耗。秦朗毫不犹豫地确认，同时打开了系统面板，面板上的数值让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是100万天命反派值，杀一个叶枫竟然赚了这么多。新剧情是神医下山，看来又有新的气运之子可以薅羊毛。秦朗打开系统面板，先是花费了20万的天命反派值，将9转真龙诀从第1转给升级到了第2转，增幅从1.5倍变成了2.25倍。也就是说，我250的体质，在施展9转真龙诀第2转的情况下，能够发挥出562.5体质的爆发，出其不意，遂为致命。秦朗特意遣散了别墅周边的保镖，只留空宅静待来客。这位杀手榜前3的高手，因芒砀山猎物被夺，终究还是寻上门来。血色曼陀罗凭借杀手本能，锁定了2楼最东侧的卧室窗口。他翻身入内，右手反握匕首，毫不犹豫地刺向被褥。不过被褥下躺着的根本不是秦朗，而是一个与人形等高的玩偶。好阴狠的手段啊！只不过是从你手里抢走了一个叶枫，就要置我于死地。杀手榜前3的格局就这么点大。血色曼陀罗瞳孔微缩，瞬间转身，匕首直指秦朗咽喉，杀气腾腾。抢了我猎物的人都该死！血色曼陀罗脚掌一蹬地面，身形如离弦之箭扑出，淬毒的匕首直取秦朗脖颈要害。他动作快如闪电，这一击便是叶枫也需全力应对。在血色曼陀罗眼中，秦朗不过是个仗着保镖撑腰的阔少，孤身面对自己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这一击，他是要取其性命，洗刷芒砀山被挑衅的耻辱。秦朗面对夺命一击，脸上笑意不变。就在匕首即将触碰到皮肤的瞬间，他微微侧身，动作看似缓慢，却精准无比地避开了刀锋。2刀流，有点意思。秦朗身形灵动如舞，在密集的刀影中闲庭信步。无论血色曼陀罗的攻势多么凶狠，他总能提前预判避开，动作从容不迫，仿佛在刀尖上跳舞。偶尔抬手格挡，指尖总能精准点在刀身侧面，借力卸力。别动！你怎么会这么强？芒砀山明明是靠保镖火力才赢的。秦朗嗤笑一声，这就叫强大了。我还有更强的在后面。别废话，要么杀了我，要么放了我。等我找到机会，一定杀了你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你现在可以走了，我很期待你接下来的刺杀。秦朗顿了顿，
故意凑近他耳边，语气轻佻。对了，今晚算你运气好，我心情不错，要不然可不会这么好心就放你走。晴朗站在窗边，看着血色曼陀罗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，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他走到床边坐下，拿起手机给君子发了条信息：不怕你不找上门，就怕你远走高飞，有这么个时不时来解闷的猎人，日子才不会无聊。女主角血色曼陀罗情绪产生波动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00。气运之子陈平安气运值下降500点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000。恭喜宿主截取气运之子机缘，奖励桃运符1。晴朗指尖轻点系统面板，一张嫣红的符咒静静悬浮，符身流转着淡淡的红光。一次性桃运符，随机邂逅气运之女并增加好感度，有点意思。宿主是否选择使用桃运符？是。桃运符化作一道红色流光，丝丝缕缕渗入晴朗体内。他上下打量自己，活动了一下手脚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系统出品应该差不了，就是不知道会随机到哪位气运之女。与其坐着等，不如出去逛逛碰碰运气。餐厅的落地窗透进金色阳光，餐桌上摆着早餐。晴朗坐在餐桌旁，君子站在一旁，有些尴尬地摸着后脑勺。事情解决好了，解决是解决了，但是好处都落在我头上了。3次案件连升3级，现在都快到1星战将了。职位高了，办事方便。正好有件事交给你，帮我办理转学到天海大学的手续，越快越好。君子愣了一下，随即点头：是，少爷，我这就去办。少爷毕业2年多，突然要去上大学，多半是为了好赌。可以少爷的身份和财力，什么样的校花追不到，何必大费周章转学？他不知道的是，天海大学藏着多个大女主，更是下一个气运之子陈平安的主战场。晴朗此去是为了从源头截取机缘，收割反派值。晴朗走到别墅门口，君子走过来，恭敬地询问：少爷要去哪里？我这就去把车开过来。晴朗摆了摆手：不用开车，我就出去逛逛。晴朗走出别墅区，沿着街边漫无目的的闲逛。晴朗走了没多远，突然听到不远处幽暗的小巷里传来女人的呼救声，夹杂着小混混的嬉笑声。我操，这就来了！这种主角专属的剧情，竟然轮到我了，系统诚不欺我。晴朗快步走向小巷，他探头望去，4名染着5颜6色头发的小混混正围着一名女子，堵住了小巷深处的出口。女子穿着白色衬衣和黑色及细薄臀裙，搭配黑色丝袜和漆皮高跟鞋，标准的职场装扮。周泽清，天海大学的绝美女教授，这套运符可以啊，一出手就是硬菜。小美人，别喊了，没人会来救你的，跟哥几个玩玩呗。砰的一声闷响，黄发小混混被晴朗一脚踹中后背，扑在地上摔了个狗啃屎。哪里来的臭小子，敢管老子的闲事？晴朗快步上前，3名小混混接连被踹倒在地。晴朗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脸上露出如沐春风的笑容，快步走到周泽清面前，语气亲和：你没事吧？这些人没有伤害到你吧？谢谢你，我没事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发现被跟踪时就已经报警了，还假装给朋友打电话报了位置。本来喊救命是想引路人注意，没想到把你引来了。聪慧、冷静、知性，果然是完美女神。这第一次见面虽说是被动用过，但好感度应该稳了。桃运符的效果才刚刚开始，没事就好。我陪你等警察来吧，万一这些人还有同伙就麻烦了。警笛声响起，由远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2辆警车停在巷口，红蓝警灯闪烁，几名干警下车。一名身着深蓝色制服的女警走在最前面，身姿挺拔，英气十足，正是陈子琪。陈子琪，天海警局的王牌女警官，也是气运之女之一。桃运符这是触发暴击了，一晚上邂逅2位。陈子琪走到小巷里，目光扫过地上哀嚎的小混混，最后落在晴朗身上，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。把这些人铐走，你们2位跟我回局里录一下口供。警局大厅里，几名干警正将小混混押往拘留室，跟着陈子琪走向审讯室。晴朗心里清楚，陈子琪盯上自己，绝不是因为今晚的案子，而是为了几天前芒砀山的杀手火拼案。那起案子虽然被定性为杀手内斗，但陈子琪一直没有放弃追查。审讯室里只有一张木桌和几把椅子，陈子琪坐在晴朗对面，
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秦朗，25岁，燕京人，3个月前迁居天海，父亲是秦氏集团董事长，林军是你的贴身保镖，退役特种兵出身。陈子琪身体微微前倾，声音陡然变冷。几天前，芒砀山发生命案，现场有大量血迹和战斗痕迹，你是否在场？秦朗靠在椅背上，轻笑一声：“美女警官，你这是公报私仇还是查案？今晚我救了人，你不夸我就算了，还问我不相干的案子。芒砀山的案子不是早就结了，定性为杀手火拼吗？杀手火拼？你当我们是傻子？现场的血迹数量、受伤和死亡的人数绝对不止公布的那些。黑龙私人医院这几天收治了大量重伤患，跟芒砀山的案子脱不了干系。我知道你的背景，也知道林军听你的指挥，但我告诉你，秦朗，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，不管你是谁的儿子。”秦朗故作惊讶，摊了摊手：“严肃点，没人跟你开玩笑。芒砀山的案子疑点重重，除了你，没人有能力调动林军那些退役特种兵。”秦朗轻嗤一声，语气玩味地说道：“你要是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，毕竟在你眼里，我们这种富二代做什么都是错的。”敲门声响起，年轻干警探进头来：“陈队，外面有位周女士找您，说要见这位秦先生。”周泽清走到秦朗身边，语气平静却带着力量：“这位警官，我刚才听到你说审讯，秦先生是救了我的恩人，你为什么要审讯他？”周女士，这是另外一桩案子，跟今晚的事无关，您先出去等吧。周泽清摇头，往前一步，挡在秦朗身前：“我不能出去，我的恩人在这里被审讯，我要是走了，岂不是寒了好人的心？请问警官，你有证据证明秦先生涉案吗？有证人看到他做了违法的事吗？”陈子琪一时语塞，周泽清不给他辩解的机会，继续追问：“如果没有证据，你凭什么审讯他？”秦朗坐在椅子上，悠哉悠哉地看着。不愧是大学教授，口才就是好。陈子琪这刚正不阿的性格，碰到这种逻辑满分的对手也没辙了。陈子琪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怒火，看向秦朗：“你走吧。”多谢周小姐解围，让你见笑了。周泽清转过身，脸上恢复了温婉的笑容，带着歉意：“秦先生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今晚多亏了你，我请你吃夜宵吧。前面有家面馆，味道很不错。”是周小姐亲自下面吗？我倒是想亲自做，可惜今晚要去看一个学生，他家里就是开面馆的，一起去吧。他做的红烧牛肉面味道很好。学生，他认你，难道是林希儿？平阴校花，双腿残疾的爱人，这是要凑齐气运之女套餐吗？恭敬不如从命，那就麻烦周小姐了。周泽清带着秦朗走到面馆前，老板娘立刻笑着迎了上来：“周老师，您来啦。这位是王姐，这是我的朋友秦朗，今晚陪我一起来尝尝你家的手艺。”原来是朋友啊，快坐快坐，希儿在里面呢，我这就喊她出来。老板娘朝着面馆里面喊了一声希儿，很快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从里面出来。林希儿看到周泽清，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：“周老师，您怎么来啦？”周泽清走上前，伸手轻轻掐了掐林希儿的脸颊，语气亲昵：“我来看看我的小美女最近过得怎么样。班级里说你跟黄文斌走得近，是真的吗？”林希儿的笑容瞬间淡了下去，有些失落的低下头：“没有的事，我跟他说过我不喜欢他，而且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人真心喜欢呢？”周泽清眉头微蹙，语气认真：“不许这么说自己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又善良又懂事，不知道多少人羡慕你。秦先生，你说对吧？”周泽清转头看向秦朗，想让他帮着劝劝林希儿，却发现秦朗正皱着眉头，目光直直地盯着林希儿的双腿，眼神专注，没有丝毫避讳。林希儿被秦朗看得有些不自在，下意识地扯了扯裙摆，遮住双腿。“秦先生，您怎么了？”林希儿有些不满：“这人怎么回事？一见面就盯着女孩子的腿看，也太没礼貌了，刚才的好感全没了。”周泽清察觉到气氛尴尬，小声提醒：“秦朗先生。”秦朗猛然回神，故作诧异：“啊，怎么了？”周泽清笑着打圆场：“虽然希儿长得好看，但你也不用一直盯着啊，看把人家都看得不好意思了。”好看是好看，但我更多的是好奇。林同学坐着轮椅无法行走，按道理双腿应该会萎缩，
可你的腿却这般笔直匀称，完美无缺，这太奇怪了。秦朗心里清楚，这是原著作者留下的巨大 bug， 但正是这个 bug， 让他找到了攻略平民校花林希儿的突破口。他的高级医术足以解决这看似无解的顽疾。林希儿低下头，声音带着失落：“去医院检查过很多次了，专家都找不到病因，说是神经问题，也可能是关节或骨髓故障，反正就是站不起来。”秦朗追问，眼神锐利：“有知觉吗？”“没有。”秦朗摸着下巴，故作沉吟：“不对劲啊，这双腿肌肤细腻，骨骼匀称，要是骨髓有问题，不可能生长得这么健康。骨髓故障可是全身性的问题。”“你难道懂医术？”“稍微懂那么一点点。”秦朗看向林希儿，欲言又止，脸上带着一丝犹豫。林希儿抬起头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语气平静：“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我早就不在乎了。站不起来就站不起来，又不是活不下去。”秦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的银针包，打开后取出一根银针，笑容温和：“我想试试我的医术，不知道林同学愿不愿意给我个机会？”周泽清连忙劝阻，语气紧张：“秦先生，不太精通的话，还是不要乱来。中医针灸虽神奇，但稍有差池就会出问题。”林希儿却很坦然，笑着点头：“没事的，反正也没有知觉，扎一下能怎么样？试试就试试。”秦朗起身走到林希儿轮椅旁蹲下，手指捻起银针，动作行云流水，精准地扎在病因位置。他的手法娴熟，没有丝毫生涩。系统抽奖获得的高级医术绝非浪得虚名，即便此刻的气运之子陈平安，在医术上也远不及秦朗。这一针精准刺中了林希儿腿部神经的关键节点，酥酥麻麻的，像有小虫子在咬。不过我本来这里就有知觉的。2碗牛肉面摔落在地，汤汁四溅。老板娘端着面出来，刚要开口，就看到秦朗抬手一记手刀轻砍在林希儿膝盖上。林希儿的左腿不受控制的往上抬了一下，形成一个明显的弧度。老板娘声音颤抖，带着难以置信的惊喜：“希儿，你的腿有反应了，这是膝跳反应啊！”林希儿睁大了眼睛，喜极而泣：“是膝跳反应？我明明没有知觉的，怎么会有反应？”这么看来，不是关节和骨髓的问题，那是什么问题？秦朗故意顿了顿，加重语气：“神经病。”三人都是一愣，秦朗连忙解释：“是神经方面的问题，这种病症很容易误诊。就算是都城的顶尖专家，也很少有能精准判断的，医治难度极大。”老板娘抓住秦朗的手，语气急切：“小神医，您认识这方面的专家吗？您能治好希儿的病吗？”老板娘眼中满是期待。虽然秦朗年轻，但刚才的一幕让他彻底信服。周泽清和林希儿也满脸期待地看着秦朗。秦朗面露难色：“我不敢保证，我认识一位御医级别的专家，但他很难请动，而且希儿的腿需要慢慢调理。要是贸然手术，稍有差池就会终身半身不遂。”秦朗话锋一转，看向周泽清：“不过师门有训，不许轻易出手。但林同学是周教授的好友，我又欠周教授一个人情，就违背一次门规吧。”秦朗故意提及师门和人情，就是为了将自己出手的原因归于周泽清，既卖了人情，又能名正言顺地接近林希儿。卧室布置简约，林希儿趴在床上，背部朝上，身上扎着几根银针。“小神医，希儿的腿能走了吗？”秦朗苦笑摆手：“哪有这么快？瘫痪20年，需要慢慢调理。我有空就来帮他按摩针灸，同时联系燕京的专家，商量手术时间。”老板娘紧紧握住秦朗的手，激动得说不出话：“小神医，谢谢您。”“阿姨别激动，能帮上忙我也很高兴。今晚就到这里吧，让希儿好好休息，我下次再来给她调理。”奢华的包厢内，水晶吊灯熠熠生辉。穆雨嫣和林佑楚、秦朗三人坐在餐桌旁。林佑楚端起一杯白酒，眼神诚恳地看向秦朗。林佑楚语气感激地说道：“谢谢你上次在皇后酒吧救了我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怕是要被那帮人囚禁了。话不多说，全在酒里了。”林佑楚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放下酒杯，语气豪迈：“秦朗，我林佑楚把话撂这儿，以后你有任何事找我就行，能帮的我绝不含糊。”秦朗笑着点头，语气试探：“天海市最好的私人医院是你家开的吧？”林佑楚骄傲的点头：“是啊，天海市是我们林家的大本营，燕京豪门太多，争不过就把重心迁过来了。”“佑楚，你们家怎么什么赚钱的生意都做啊？也太会赚了吧！”“那当然，我们林家人天生就有生意头脑。”“可不是会赚，祖辈都是靠搜刮民脂民膏发家的，缺的是做精，难怪老太爷死。我有个朋友腿有毛病，
以后可能要麻烦你家医院，先跟你打个招呼。秦朗根本没打算找什么燕京专家，林希儿的腿经他调理后，只需一个小手术就能痊愈。找林右楚不过是为了摆足排场，打消他们的疑虑，毕竟系统是不能暴露的。包厢门突然被推开，服务员脸色惊慌，快步跑到林右楚面前，声音带着颤抖。服务员急切地说道：大小姐，不好了，酒店门口有人突然晕倒了，说是吃了我们酒店的菜，食物中毒。大堂经理已经过去了，但那家人点名要见领导。晕倒了不叫救护车，先来找领导，摆明了就是想讹钱。去看看吧，反正也没别的事，我们陪你一起去。林右楚点头，三人跟着服务员走向电梯，电梯直达1楼。刚开门就听到大堂里传来喧闹声，大堂中央围满了人，一名中年男人躺在地上，身体不断抽搐，面色苍白。一个穿着花衬衫的泼辣女人叉着腰，泼辣女人气势汹汹：你们谁是负责人？看看我老公吃了你们家的菜就昏迷不醒了，你们必须负全责，赔偿我100万。大堂经理快步走到林右楚身边，压低声音汇报，眼神警惕地瞥了眼泼辣女人。大堂经理小声道：大小姐，这男人看着像是旧病复发，这女人是故意胡搅蛮缠要讹钱，等救护车来了再说，别搭理他。泼辣女人耳朵尖，声音陡然拔高8度：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？想狼狈为奸是吧？大家伙都来看啊！这么大的酒店出了人命不管不问，有钱人就这么欺负人吗？以后谁敢来吃饭？泼辣女人对着围观群众煽风点火，穆雨嫣皱着眉，脸色也沉了下来。穆雨嫣小声对秦朗说：这女人太过分了，明摆着就是碰瓷。人群中，一个年轻小伙站了出来，正是下山不久的气运之子陈平安。陈平安大声道：我是医生，让我来看看吧。秦朗挑眉冷笑：我天，陈平安，气运之子果然来了，这是想英雄就没搭上线的诱惑，可惜碰到我了。秦朗清了清嗓子，慢悠悠地走出人群，身姿挺拔，气质出众，与陈平安形成鲜明对比。我乃燕京神医传人，这种病我见了没有100也有80了，让我瞧瞧，说不定能治好，省得有些人在这里跟泼妇似的大呼小叫。泼辣女人转头瞪向陈平安，手指着他鼻子骂：你谁啊？说治病就治病，是不是酒店找来的托？想捣乱是吧？陈平安愣住了，一脸茫然，他明明什么都没说，怎么火力全冲自己来了？陈平安不解道：我只是想帮忙治病。泼辣女人得寸进尺地说道：少装好人，你要是治不好我老公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，你全家都得陪葬。秦朗偷笑：这女人还挺有眼界，知道挑理是。陈平安这一身地汤，不骂他骂我。秦朗对着保安吩咐道：你们几个把他控制住，别让他妨碍我治病。秦朗眉头时而紧皱时而舒缓，在众人看不到的角度快速取出银针，在男人身上扎了几下，又迅速收回，动作行云流水，无人察觉。你真懂医术，他是什么病？秦朗站起身，拍了拍西装上的褶皱，不在意的摆手：没什么大事，不值一提。那你快治好他啊！那女人在这里闹，对酒店名声不好。专业不对口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别闹了，没多大事，赶紧联系殡仪馆，派辆车过来，直接拉去烧了吧。泼辣女人愣住了，反应过来，气急败坏：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老公就是癫痫犯了，忘吃药而已，过会儿就好，你咒他死。陈平安冷哼一声，从人群中走出，眼神冰冷地瞪着秦朗，语气带着不屑：荒唐，你不懂医术就不要妄下断言。这人明明是普通癫痫，只需针灸便能缓解苏醒，哪里需要烧了？围观群众纷纷点头附和，看向陈平安的眼神充满赞赏。这小伙子说的有道理，看着就像癫痫，让他试试吧。救护车还没来，别耽误了治病。行，你治，要是治不好，我跟你没完。陈平安冷漠地瞥了秦朗一眼，请你让开，给病人足够的空间呼吸新鲜空气。穆雨嫣上前一步，将秦朗护在身后，柳眉倒竖：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也是好心帮忙，你这么凶干什么？陈平安冷哼：大城市的女人果然嫌贫爱富，只看外表。我乃是一传人，武功高强，岂是这小白脸能比的？陈平安懒得理会穆雨嫣，蹲下身：别耽误我治病。陈平安从随身的布袋里取出银针，手指翻飞，银针如同雨点般扎在昏迷男人的额头上，密密麻麻，如同刺猬。围观群众发出阵阵惊叹：好快的手法，这小伙子肯定是神医，比那些老中医厉害多了，年轻有为啊！陈平安收针，
站起身，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。地上的男人抽搐幅度逐渐变小，脸色也从苍白变得红润，嘴唇不再颤抖。男人悠悠转醒，迷茫道：“我怎么了？”陈平安转身就要离开，一副悬壶济世不求回报的高人姿态。他心里已经想好，等林佑楚上来感谢，就能顺理成章的搭上关系。泼辣女人连忙扶起老公，脸上满是感激：“老公，你醒了，多亏了这位小神医，刚才是我错怪你了，真是好人啊！”男人突然张嘴，一大口鲜红的血液喷在地上，男人气息瞬间萎靡，双眼一翻，再次昏迷过去，直挺挺的向后倒去。泼辣女人指着刚走到旋转门的陈平安，嘶吼道：“别让他跑了，他是骗子，把我老公治得吐血了！”酒店保安立刻上前，将陈平安围在中间。陈平安一脸震惊，快步走回来，看着地上气息奄奄的男人，满脸不可置信：“不可能，我的针灸明明没问题，怎么会这样？”秦朗走上前，拍了拍陈平安的肩膀，语气惋惜：“小伙子，哥早就提醒过你，拉去烧了就完事了，你偏要逞了。治病救人这行水很深，你把握不住的。”救护车和警车的声音同时由远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医护人员蹲在地上检查男人的情况，一名医生翻看男人的眼皮，又摸了摸脉搏，脸色凝重的站起身。医生没好气的说道：“谁在病人头上扎了这么多针眼，以为会点针灸就卵治，现在病人颅内出血，有生命危险，赶紧送医院抢救。”泼辣女人抹了把脸上的血，指着陈平安尖叫：“是他，就是这小子，把我老公额头扎得跟刺猬似的，他是骗子，要他偿命！”陈子琪的目光扫过大堂，最后落在秦朗身上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语气冰冷。陈子琪快步走到秦朗面前，秦朗语气平淡：“警官，我举报这个家伙无证行医，非法害人。”气运之子陈平安气运点下降500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万。气运之子陈平安被整懵逼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2000。陈平安急声道：“我没有，我是神医传人。”秦朗打断他，追问道：“神医传人？那你有行医资格证吗？拿出来看看。”陈平安脸色一白，语塞：“他刚下山，哪里有什么行医资格证？”陈平安硬着头皮道：“我没有，但你刚才也出手了，你有吗？你也是无证行医。”陈子琪目光转向秦朗，眼神锐利：“你有行医资格证吗？”穆雨嫣立刻站出来，挡在秦朗面前，怒视陈子琪。陈子琪吩咐干警将陈平安控制住。陈平安挣扎着，满脸不甘。陈子琪转头看向秦朗，语气强硬：“秦朗，你也有无证行医的嫌疑，跟我们回局里调查。”穆雨嫣张开双臂，将秦朗护在身后，怒目圆睁：“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？秦朗只是把了把脉，根本没动手。是这骗子不听劝，非要治，跟秦朗无关。”秦朗轻轻拍了拍穆雨嫣的肩膀，示意她让开。“雨嫣，没事。”秦朗从怀里掏出证件，编号和信息清晰可见。他将证件递到陈子琪面前。秦朗微笑道：“陈警官，要不要现在核实一下？我有证，还需要跟你走一趟吗？”陈子琪深吸一口气，咬牙道：“受对。”你真懂医术？这证是真的？不懂啊，这证是花钱买的。刚被干警压到门口的陈平安和陈子琪脚下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陈子琪回头怒视秦朗，却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气冲冲的离开。气运之女陈子琪产生剧烈情绪波动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800。气运之子陈平安敌意升高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2000。秦朗轻笑：“不愧是气运之子，反派值送的真棘手。”林希儿趴在床上，小腿上扎满了银针。1个小时后，秦朗收针。林希儿满头大汗，脸上带着感激的笑容：“秦大哥，你真厉害！刚开始有点疼，后面就特别舒服，而且我刚才掐了大腿一下，有微弱的痛感了，真的有知觉了。”林希儿激动地说着，眼眶微微泛红。这20年的残疾让她对行走充满了渴望。秦朗的出现让她看到了希望。“秦大哥，麻烦你2次了，还让你特意跑过来。我们家面馆也忙，总不能一直麻烦你。而且治疗费用……你都喊我秦大哥了，帮妹妹治病有什么麻烦的？明天我再来。”“可是明天要上课了，我没法在家等你。”“希儿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昨晚我问了你们班主任，你们班来了2位转学生，其中一个就是秦朗。”“这么凑巧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不是真的吧？”
秦朗心里清楚，这是他让君子找关系安排的，但表面上必须装出意外的样子，才能让周泽清和林希儿更加相信缘分的说法。我有必要骗你吗？还是说你觉得我故意把你调到我的班级？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看来我跟希儿太有缘分了，这样也方便帮她针灸按摩了。你就觉得在学校一定有时间有地方？我可以提供我的员工宿舍，但你好歹纠结一下吧。那就谢谢周老师了，以后还要多靠周老师照顾。这还差不多。周泽清刚转身，突然眉头紧锁，双手捂住心口，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周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是寒疾又发作了吗？来了，周泽清的寒疾，这可是原作里气运之子陈平安刷好感的关键信息。现在轮到我来挑战时间。周泽清浑身瑟瑟发抖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，他艰难地摇了摇头，声音微弱：“我没事，老毛病，忍一忍就好。”这是寒阴之体引发的寒疾，不是普通的老毛病。秦大哥，你能治好周老师吗？他这病从小就有，不定时发作，严重的时候会昏迷，各大医院都查不出来原因。不是什么大事，周老师，我帮你试针驱逐寒气。秦朗从针包中取出银针，眼神专注，手指翻飞，时间1分1秒过去，秦朗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，脸色逐渐苍白。1个半小时后，秦朗收针。他之所以面色苍白，是因为周泽清的寒阴之体十分特殊，即便以他的高级医术，压制寒气也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，这可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实打实的消耗。周老师，你好些了吗？希儿，我们俩算是同病相怜了，都欠秦朗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不知道该怎么报答。周老师没事就好，我只是暂时压制了寒气，还没有根治，以后需要定期施针。金色的阳光洒在天海大学校门口的石牌上，秦朗穿着定制西装，在穿着黑色安保服的君子护送下走进校园。转眼到了开学的日子，君子护送秦朗去办理入学，两人刚走几步，就听到不远处传来激烈的争吵声，一群学生围在那里看热闹。人群中央，一个化着淡妆、穿着连衣裙的女生正用力甩开男生的手，脸上满是厌恶。男生跪在地上，神情痛苦。张明晨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不喜欢你了，别再纠缠我，我现在是王少的女朋友。张明晨跪在地上，哽咽道：“圆圆，你肯定是被逼迫的，对不对？我深爱着你，再大的风浪我们都能一起扛。谁要跟你扛风浪？你就是个穷小子，给我买部手机都要打2个月暑假工，我跟着你吃苦吗？看见你就烦。”方圆圆扭着腰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围观学生见热闹结束，纷纷散去，只留下张明晨一个人跪在原地，泪流满面。圆圆一定是被逼的，我要去找王少问清楚。张明晨刚起身，一只手突然搭在他的肩膀上，他回头看到秦朗站在身后。你是？秦朗和煦一笑，我是谁不重要，你知道方圆圆的身份吗？她可是富贵人家的人。张明晨倔强道：“我不管她是什么身份，她是我女朋友，我不能让她受伤害。”秦朗无奈，真是一根，这要是让她去找肯定会被羞辱，到时候就会被路过的陈平安成了陈平安的小弟。不行，这么好的卧底人选必须请过来。秦朗拍了拍张明晨的肩膀：“行，我带你去找方圆圆，不过得听我的安排。”秦朗与张明晨坐在迈巴赫后座，张明晨小声问：“秦少，我们真的能找到圆圆吗？为什么要去富贵人家？那不是……”秦朗睁开眼睛，似笑非笑：“到了就知道了。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？我带你去看最真实的他。”秦朗拿出手机，打开预订软件，订了富贵人家的皇帝包厢，还点了1个钟。秦朗心里清楚，方圆圆根本不是被王少逼迫，而是自愿为了前去富贵人家当技师。他要做的就是撕破方圆圆的伪装，让张明晨彻底死心，从而成为自己安插在陈平安身边的眼线。包厢内装修奢华，张明晨站在门口东张西望，秦朗坐在沙发上，君子站在他身后。张明晨不安道：“秦少，这里太豪华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我觉得圆圆不会在这里。”一会儿，敲门声响起。“先生您好，请问我能进来吗？”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张明晨浑身一僵，难以置信地看向门口。秦朗挥了挥手，示意君子开门。“贵宾您好，我是您点的技师。”方圆圆低着头走近，抬起头的瞬间，与张明晨四目相对，两人同时瞪大了眼睛，脸上写满了震惊。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张明晨坐在沙发上，愁眉苦脸。秦朗瞪了君子一眼，转头问张明晨：“现在还喜欢他吗？”张明晨连忙摇头，一脸后怕：“不喜欢了，
早知道她是这种女人，我绝对不会跟她谈恋爱。秦少，这次多亏了您，要不然我还被蒙在鼓里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们班新转来的陈平安，你多跟他走动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跟我汇报。张明晨连忙点头。放心，秦少，我一定盯紧他，保证他的小动作都逃不过您的眼睛。气运之子陈平安气运点下降500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万。这张名字虽说一根筋，但义气方面确实靠谱，有他在陈平安身边当卧底，后续布局就方便多了。秦朗对张明晨道：“下午你正常去上课，不用管我，有情况随时发消息。”张明晨离开，秦朗转身对君子吩咐道：“去联系下市局的张局长。”就说我晚上有时间请他喝茶。张明晨和陈平安并肩走着，两人有说有笑。突然，7个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混混从巷子里冲出来，拦住了两人的去路。带头混混梗着脖子，指着陈平安吼道：“你小子给我记住，离楚梦瑶远点！这次先给你个教训！”带头混混挥手示意，6个混混立刻气势汹汹地冲向陈平安。张明晨吓得连忙后退一步，掏出手机偷偷按下录音键，眼神紧张地盯着战局。陈平安嘴角勾起冷笑，活动了下手腕。就这点能耐，也敢出来当混混？陈平安不退反进，身形灵活地避开第一个混混的拳头，反手一拳砸在对方肋骨上，混混抱着肚子倒在地上哀嚎。其余混混见状一拥而上，却被陈平安双下楚二全部绕翻在地，地上满是抱着胳膊或腿哀嚎的混混。张明晨震惊，这陈平安也太能打了，7、8个人根本不是他对手，下手还这么狠，跟魔鬼似的，难怪秦少要我盯着他。张明晨趁机躲到一旁，快速编辑短信发给秦朗：“秦少，我跟陈平安被混混躲了，他一个人把7、8个人都打趴下了，还有人被打骨折了。地点：天海大学往东，宁霞公寓停车场南门。”陈平安看向带头混混，冷声道：“说谁派你们来的？不说我有1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。”带头混混吞了口唾沫：“是李明辉、李少让我们来的，他是楚梦瑶的青梅竹马，看你不顺眼。”陈平安眯起眼睛，冷哼一声：“李明辉不过是个小富二代罢了。”远处突然传来滴嘟滴嘟的警车鸣笛声，一辆蓝白警车快速驶来，停在两人面前。审讯室里，陈子琪穿着警服，板着脸坐在桌子后，陈平安靠在椅子上，一脸无所谓。张明晨坐在角落。姓名：上次见过面，陈平安。警官这么快就忘了我？老实点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你把7个人打成重伤，骨头都断了，必须付出代价，至少拘留1晚上。别这么大火气嘛，要不打个赌，我要是今晚能走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要是走不了，随你处置。审讯室的门突然被推开，分局副局长脸色发黑的走进来，身后跟着几个警员。陈子琪，你怎么胡乱抓人？他把人打成重伤，证据确凿，我怎么乱抓人了？楚氏集团的楚总亲自打电话来，说陈平安是正当防卫，医药废除总全包，赶紧放人。听到了，警官，赌约你输了。陈子琪气得浑身发抖，正要理论，审讯室的门再次被推开，一个穿着便衣的中年男人走进来。张局，您怎么来了？张局，您来的正好，他把人打成重伤，有人说情就要放人，这不符合规定。做得好，铁面无私才是好警察。按规定办，该拘留几天拘留几天，赔偿1分不能少。陈平安脸上的得意瞬间凝固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张局。张明晨在角落掏出手机，快速编辑短信：秦少，陈平安要被放的时候，市局张局突然来检查，现在要拘留他好几天，太神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楚总都为我担保了，我这是正规的取保候审。楚总担保也没用，取保候审需要走流程审核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带走。林希儿小腿上扎着银针，秦朗坐在旁边。气运之子陈平安气运下降500点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万。秦大哥，你今天这么忙，还特意来给我针灸，会不会耽误你办事啊？再忙也不能耽误你治腿啊！你这双腿得坚持治疗，才能尽快好起来。房门被推开，周泽清走进来。针灸好了，秦朗，我可是给足你面子了，你倒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。今天周一，你第1天转学就旷课，另一个转学生陈平安都已经融入班级了。今天确实有事耽误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不过陈平安啊，估计最近几天都来不了学校了。哦，他怎么了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对了，希儿，今天在学校没发生什么事吧？说到这个，希儿，黄文斌今天又给你表白了，你可得小心点他。我拒绝他了，可他没放弃。黄文斌很坏吗？他是天海4少之一，
名声很差，为了追女孩子用过不少卑劣手段。你妈妈今天没空接你，晚上我送你回去。我有点害怕。还是我送希儿回去吧，你一个女孩子，晚上送她也不安全。秦朗推着轮椅，林希儿坐在上面。林希儿抓住秦朗的胳膊，声音颤抖：“秦大哥，你看那边是我家面馆，快点过去。”秦朗顺着林希儿的目光看去，临近面馆门口围满了人，折叠桌椅被砸得东倒西歪，玻璃碎片散落一地。现在他要做的不仅是帮林希儿解决眼前的麻烦，更要彻底断了黄文斌的念想。5个5大3粗的混混正在面馆里打杂，酒水冰箱被砸得变形，面条散落满地。带头混混一脚踹翻收银台，嘴里骂骂咧咧。林父死死拖住一个混混的胳膊，满脸哀求。林母抹着眼泪，掏出手机准备报警。带头混混甩开林父，怒吼：“少他妈挡着！我弟在你家吃碗面就拉肚子，黑心商家砸的就是你！”林父踉跄着站稳，哀求道：“我们店卫生绝对合格，这肯定是误会啊！”一个混混见状，冲上去就要继续打砸。秦朗眼神一冷，一个闪身踹出一脚，混混瞬间摔了个狗啃屎，趴在地上哀嚎：“秦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希儿，你是秦先生送回来的。”秦朗将林父林母拉到身边，淡定道：“叔叔阿姨，别慌，也别报警，让他们砸，砸完了自然有人赔。真正的主谋不是他们。”秦先生，这可不行啊！面馆是我们家的生计，砸了我们怎么活？希儿的腿还得治病啊！秦朗拍了拍林希儿的肩膀，指向远处：“你看那边。”林希儿顺着秦朗指的方向看去，远处路灯下，黄文斌穿着满身 logo 的名牌服饰，双手插刀，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这边。林希儿瞬间明白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是黄文斌，肯定是他干的，就因为我拒绝了他的追求。秦朗对着混混们摆手，催促道：“继续砸，别停，砸得越狠，赔得越多。”混混们面面相觑，见秦朗气质不凡，不敢违抗，又开始打起来。很快，面馆就被砸成一片废墟，混混们骂骂咧咧地离开。林母看着残破的面馆，放声大哭。黄文斌慢悠悠地走过来，脸上带着戏谑的笑容，目光扫过林希儿的双腿，眼神贪婪：“希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面馆怎么被砸了？真可怜。”“是你让人干的，黄文斌，你太过分了。”黄文斌摇头否认，摊开手：“希儿，你可不能血口喷人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我是来帮你的。你看你家条件也不好，没了面馆怎么生活？跟我在一起，我养你。”“我就算饿死也不会跟你，我们报警让警察抓你。”黄文斌嗤笑一声，拍手道：“有骨气，可你忘了，那些混混都是老赖，就算警察抓了他们没钱赔偿，你能怎么办？”林父林母脸色惨白，他们知道黄文斌说的是实话。面对如此阴险的手段，一家3口手足无措，背后发凉。秦朗突然叹气，看着黄文斌，语气惋惜：“傻孩子，这么顽皮，你爸要是知道了，不得剥了你的皮。”黄文斌脸色一沉：“你他妈谁啊？这里有你什么事？希儿，这是你男朋友，怪不得敢拒绝我。”“要你管！”“他妈的臭婊子，还以为你是个厨，原来也是个破烂货。”秦朗上前一步，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。“你他妈敢打我！”秦朗反手又是一个嘴巴子。黄文斌的右脸也肿了起来，两边脸对称了。这样看着才舒服。“你给我等着，我爸马上就到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”“秦大哥，皇城很有背景，是靠打杀发家的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”“别怕，有我在。叔叔阿姨，你们算算修缮面馆要多少钱？冤大头马上就来了。”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黄成带着数名黑衣保镖怒气冲冲地走来。黄成穿着花衬衫，身材粗壮，满脸横肉。“爸，就是他打我，你快替我报仇！”黄成刚要发作，看清秦朗的脸后，脸色瞬间一变，嘴角抽搐。他参加过顶峰集会，远远见过秦朗，知道连唐少都对秦朗恭恭敬敬，自己根本惹不起。闭嘴！你个混账东西！秦少你也敢惹？不想活了？
爸，你打我，他打我你不帮我就算了，还打我。秦少，实在对不起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冲撞了您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这是皇城，天海有名的狠角色。老板，这面馆修缮要多少钱？我赔。大概30万。300万，我马上让秘书转过去。秦少，这样可以吗？不够我再加。林父、林母和黄文斌都惊呆了，30万的损失，皇城直接赔300万，这就是秦朗的威慑力。林希儿看着秦朗的背影，眼里满是崇拜。黄老板，你这是想用钱把事情接过去？秦少，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求您高抬贵手，10倍赔偿，不够我再翻倍。你过来一下，我有东西给你看。黄成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跟了进去。面馆里一片狼藉，秦朗掏出手机，点开一张照片递给黄成。黄成看清照片后，脸色瞬间青一阵子一阵，拳头紧握。黄老板，你老婆保养的不错，挺白啊。秦少，您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别激动，这样的照片我还有很多。你老婆的朋友不少啊，有年轻小伙子，有中年男人，还有黑皮肤的。我喊你过来，不是为了要钱，是提醒你，别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在替别人养儿子。不可能，文斌是我亲生儿子，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你再看看这个照片上，黄成的老婆和一个男人搂在一起，那男人竟然是黄成的亲侄子，眉宇间和黄成有几分相似。黄成如遭雷击，踉跄着后退一步。你在外面应酬，身边女人不少，有私生子吗？黄老板，小心你辛苦一辈子的家产，最后落在外人手里。黄文斌站在门口，揉着红肿的脸颊，小声对黄成嘀咕：爸，这小子太邪门，咱弄不过他就算了，下次找机会把林希儿那件人祸害了，我才能解气。黄成从保镖手中夺过棍子。黄成听到林希儿3个字，又想到侄子和老婆的丑事，怒火瞬间爆发。他挥起棍子，朝着黄文斌的脑袋狠狠砸去。我让你祸害，狗杂种！我今天弄死你！爸，别打了，饶命啊！我错了。这么下死手，怕不是亲生的吧？把他带到江湾区别墅，看好了。黄成头也不回的离开。保镖架起哀嚎的黄文斌，强行拖走。黄文斌伸出手，哭喊着爸，声音渐渐远去。父慈子孝啊！林天林的手机突然响起，他掏出一看，眼睛瞬间瞪大，激动的声音发抖。到账了，500万！皇城真的转了500万，这么多，咱这面馆砸得值了。要不再让黄文斌来砸一次？阿姨说笑了，这钱你们拿着，修缮面馆不够就开家大的，雇几个人也能多陪陪希儿。秦先生，这钱太多了，我们只要50万就够了，剩下的还给您。叔叔，就当是精神损失费。我跟希儿是同学，叫我秦朗就行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们早点休息。恭喜宿主成功攻略女主角林希儿，天命反派值5万。这虽然林希儿是这几天女主里面攻略最低，但她能带来的价值。林希儿可是几年之后的三部剧，有着非同寻常的杀力。秦朗上次击败叶枫时，有获得吸髓丹，到时候交给林希儿去做商业化。凭借着他和穆雨嫣的美颜丹，秦朗的资金就不用愁了。宴会厅内红绸高悬，摆满圆桌，宾客满座。周老太爷身着寿袍，端坐于主位，红光满面。祝爷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孙儿献今晚一只，请爷爷笑纳。祝爷爷吉祥如意，年年有今日。孙儿献玉如意一只。周家作为天海市有头有脸的家族，老太爷70大寿堪称城中盛事。前来贺寿的不仅有家族成员，更有各大企业的代表。现场一派喜气洋洋。周泽清身着素雅真衫，缓步上前，手中捧着一本线装《道德经》。祝爷爷身体健康，孙女献《道德经》一本，请爷爷笑纳。周泽清，你什么意思？今天是爷爷大喜的日子，你送本破书就算了，还是《道德经》，你是暗讽爷爷没道德吗？家族生意你插不上手，好去当什么大学教授赚那点小钱。我们不说什么，但爷爷70大寿，你就拿这个敷衍，快给爷爷道歉。众亲戚纷纷附和，指责声此起彼伏。周老太爷的脸色由红转沉，
端着茶杯的手微微收紧。周泽清的父亲站在一旁，低着头不敢吭声。周泽清站在原地，神色平淡，仿佛周遭的谩骂都与他无关。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，你就给爷爷送这个，我们周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一道身影快步走进宴会厅中央，挡在周泽清身前。来人正是陈平安，他穿着一身得体西装，面带微笑，眼神坚定。大家误会了，周老师是大学教授，学识渊博，送到德京自有深意。老太爷高龄，通读子书，既能修身养性，又能健身益智，这可是比金银更珍贵的礼物。陈平安刚从拘留所出来，受楚家所托前来贺寿，恰逢周泽清遭难，他见周泽清气质出众，便想借此机会英雄救美，俘获其好感。你是谁啊？我们周家的私事轮得到你插手，一个破书被你吹上天，我看你是跟这臭丫头勾搭上了吧？我叫陈平安，是楚氏集团的代表人，也是楚董事长的保镖。原来是个保镖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也敢管我们周家的事，有多远滚多远。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你别掺和了。周泽清，你脑子进水了，家族安排的名流你不见，偏偏跟个没身份的屌丝不清不楚，你是不是骨头贱？众亲戚再次围上来，指着周泽清的鼻子辱骂。周泽清紧咬下唇，双手握拳，眼中闪过一丝屈辱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迎宾响亮的通报声：大秦天下投资行董事长秦朗秦先生到。秦朗面带微笑，缓步走入。这就是大秦天下的秦朗，听说他是燕京秦家的嫡孙，怎么会亲自来给周老太爷贺寿？嘘，秦家的背景咱们惹不起，周家跟他怎么会有关系？这事不简单。秦朗径直走到周泽清身旁，无视周围震惊的目光，自然地搂住他的肩膀。周泽清身体一僵，随即放松下来，侧头看向秦朗。刚才我在门口，好像听见有人骂我家泽清不要脸，是谁啊？再骂一遍我听听。秦少，您误会了，我们没骂泽清，就是刚才误会他送的礼物，跟他解释呢。对，泽清是大学教授，有文化，到德京是神书，是我们见识短浅，没理解泽清的深意。是这样吗？就属你会闹事。这轻易的小动作被陈平安看在眼里，他脸色一沉，心中又酸又怒。他觉得秦朗不过是仗着家世背景，周泽清是被他蒙骗了。秦朗和周泽清被安排在主位旁的贵宾桌，司仪开始宣读各企业的贺礼。周老太爷的脸色逐渐恢复红润。唐氏集团董事长贺，吉祥如意金算盘1个，成龙配凤100年人参1支，紫金国际董事长贺，紫金1号别墅1栋，楚氏集团董事长贺，豪华游艇1艘。周老太爷听得眉开眼笑，忍不住咳嗽了几声，用手捂住嘴。众小辈立刻围上去献殷勤。爷爷，是不是老毛病犯了？我去给您拿药。大喜的日子吃什么药？都学学泽清，遇事沉着冷静。周老太爷看向秦朗，露出和善的笑容。陈平安突然站起身，走到主位前，挡住了周老太爷的视线。你有什么事？周老太爷，你有病。你他妈找死！你才有病！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老太爷最近是不是经常胸闷气短，稍微激动就感觉窒息？我是楚董事长的私人医生，他的救急就是我治好的。周老太爷脸色骤变，眼中闪过一丝震惊。他确实有这毛病，一直瞒着外人。你就是楚天鹏说的那位神医？正是在下。周老太爷连忙吩咐人给陈平安安排座位。陈平安得意地看了秦朗一眼，他觉得自己靠医术赢得了尊重，比秦朗的家世更有分量。司仪宣读贺礼结束，所有目光都投向秦朗，好奇他会送什么礼物。陈平安率先开口，语气带着挑衅：秦少该不会是觉得身份高贵，来一趟就不用送礼物了吧？泽清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来不是贺寿的，有些事我不得不做。秦朗拿出手机，发送了一条短信。几分钟后，一群身着制服的便衣警察冲进宴会厅，迅速控制住周家大伯、周大娘等一众亲戚。你们干什么？我要报警！我就是警察周天明，你涉嫌违法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张家燕，你涉嫌违法，被捕了。警察依次宣读罪名，将周家涉案的亲戚一一戴上手铐。宾客们目瞪口呆，纷纷倒吸冷气。这就是秦少的贺礼，把周家嫡系送进牢里，太狠了。
被逮捕的周家人看向陈平安，眼神充满怨恨。陈平安一脸茫然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看他，明明是秦朗叫人来的。秦少，是不是有误会？我们周家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我们可以改。泽清，你帮爷爷求情。泽清，我无能为力，他们作恶多端，这事咎由自取，我该走了。以后山高水长，无缘便不必再回。秦朗转身离去，背影决绝。周老太爷站在主位上，看着被警察带走的嫡系亲属，气得浑身发抖。突然地吐出一口黑血，直挺挺向后倒去。众小辈惊呼着围上去，将老太爷团团围住。爷爷，你醒醒啊，快叫救护车！对，我这就打120。朱泽清站在原地，神色淡漠地看着倒下的老太爷，眼中闪过一丝快意，随即又被浓重的失落取代。秦朗的到来给了周泽清复仇的曙光。周泽清以为仇人终将落幕，却没料到陈平安会成为变数。陈平安突然上前一步，都让开，病人需要新鲜空气，你们围得这么紧，是想害死老太爷吗？众小辈被他的气势震慑，纷纷后退，让出一条通道。陈平安快步上前蹲下，手指搭上老太爷的脉搏，眉头时而紧皱，时而舒展。他取出银针，手腕翻飞。这年轻人手法真熟练，看着像个老中医，可他年纪也不大啊。刚才老太爷叫他神医，看来是有真本事的。秦少把周家搅成这样，要是老太爷再出事，周家就真完了。陈平安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脸色渐渐苍白。他不断捻动银针，老太爷的眼皮突然动了动，缓缓睁开眼睛，抓住陈平安的胳膊。神医，真是神医啊！多亏了你，老夫这条命才算捡回来。老太爷客气了，只是你的身子骨经不起动气。今日之事虽气人，但保重身体才是要紧事。要是我不在，就算救护车来了也来不及。朱泽清站在角落，看着被众人簇拥的陈平安，眼中燃起浓烈的怨恨。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死了是什么？周老太爷被扶到椅子上休息。周泽清的父亲走到陈平安面前，搓着手，一脸憨厚的开口：“小神医，能不能麻烦你给泽清看看？他从小就有个怪病，时不时浑身冒寒气，严重的时候连路都走不了。”泽清确实有这毛病，小神医要是有办法，还请费心诊治。陈平安心中一喜，不动声色道：“我本是周教授的学生，就算看在师生情分上，也该帮忙。周老师，能让我把个脉吗？”“不用了，我的身体有人能治，不劳烦陈神医。”周福脸色一沉，呵斥道：“泽清，小神医刚救了爷爷，愿意给你看病是你的福气，怎么还敢拒绝？”周泽清侧头看向父亲，眼中满是苦涩。他想起母亲不堪受辱自杀时父亲的懦弱，想起自己被家族排挤时父亲的沉默，如今父亲却为了攀附陈平安，对他如此严厉。好，我看这是我最后一次听你的话。周泽清伸出手腕，陈平安伸手搭在上面，手指微动，眉头渐渐皱起。周府在一旁紧张地搓着手，眼神里满是期待。小神医怎么样，能治吗？陈平安沉吟道：“周教授，这不是病，是玄阴之体，阴气爆发时会被寒气反噬，普通人活不过30岁，药石无益。”周父脸色惨白，踉跄着后退一步。那怎么办？小神医，你再想想办法。陈平安叹了口气，也不是完全没办法，玄阴之体需纯阳之体调和，才能缓解甚至痊愈。偏偏我就是纯阳之体。陈平安看着周泽清，认真道：“周教授体内的寒气减轻了不少，想必不久前刚经历过一次反噬吧？随着年龄增长，反噬会越来越频繁，最后整个人都会被寒气吞噬。”周父扑到陈平安面前，哀求道：“小神医，求你救救泽清，只要能治好他，我们周家什么都愿意给。”周老太爷站起身，拍着陈平安的肩膀：“小神医，楚天鹏给你多少酬劳，我们周家给10倍。你跟泽清住在一起，方便照顾他，怎么样？”“对，紫金1号别墅就在学校附近，你们住那儿正好，泽清还能照顾你的起居，一举两得。”陈平安脸上露出为难又坚定的表情，点了点头。
为了周教授的性命，我愿意试试。周泽清看着父亲和老太爷与陈平安相谈甚欢，仿佛已经将他的人生安排妥当，心中的厌恶再也抑制不住。他猛地开口，声音冰冷：“要同居你们去，我不会再听你们任何吩咐。”你敢？周家生你养你，你就这么报答我们？周泽清大笑，眼泪却流了下来。生我养我的是母亲，母亲被老太爷逼死，你们谁替她出过头？母亲的公司被你们吞并，你们谁有过愧疚？你们对我只有利用，凭什么让我听话？全场哗然，宾客们震惊地看着周老太爷，没想到周家还有这样的逆性。周老太爷脸色铁青，指着周泽清说不出话。陈平安愣在原地，一脸茫然。泽清，我是真心想帮你。周泽清冷冷地看着他。真心？你所谓的真心，就是借着治病的名义占我便宜。秦朗虽爱占便宜，却比你道貌岸然的样子干净10000倍。周老太爷对保镖吼道：“把他给我带下去。”保镖刚要上前，宴会厅门口传来熟悉的脚步声。之前带队的副局长带着几名警察走了进来，径直走向陈平安。副局长拿出手铐，冷声道：“陈平安，你涉嫌伪造行医资格证，5点证人已经指证你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陈平安脸色煞白，挣扎道：“不可能，我刚救了周老太爷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刚才为什么不抓？”副局长冷笑一声：“流程需要时间，现在证据确凿，跟我们走。”警察上前将陈平安戴上手铐。泽清，你相信我，我是被冤枉的。与我无关。副局长走到周泽清面前：“周教授，你要是想离开，我们可以送您。”你们太过分了，我们周家的私事轮得到你们插手？副局长冷冷地看着他。周大盘，别以为你们周家的那些事我们不知道。周教授有人身自由，你要是敢非法拘禁，我们连你一起抓。秦朗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嘴角带着笑意，脑海中不断响起系统提示音。气运之子陈平安气运值下降500点，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00000。气运之子陈平安气运值下降1000点，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2万。女主角周泽清好感值上升，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1000。女主角周泽清与气运之子决裂，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000。恭喜宿主成功攻略气运之女周泽清，宿主获得天命反派值5万。恭喜宿主获得9转轮回丹。秦朗轻笑一声，自语道：“陈平安啊，陈平安，还想抱得美人归，不过是我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吧。”秦朗意念一动，9转轮回丹就从系统背包到了他手中。这9转轮回丹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也没写功效。系统出品倒是精致，就是不标功效这点太坑了。不过能让陈平安气运跌成这样，奖励肯定差不了。秦朗也没再多犹豫，毕竟在这个世界，他已是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连气运之子都被他死死压制。倒也好奇这丹药能带来什么惊喜。他仰头便将9转轮回丹吞入腹中，丹药入口即化，化作一股温热的暖流顺着喉咙滑下。起初并无异样，秦朗还咂了咂嘴，正想吐槽不过如此，突然腹中那股暖流骤然爆发，化作无数道灼热的气劲在他经脉中疯狂窜动。卧槽，这什么破丹药，要炸了！秦朗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在他陷入黑暗的前一秒，脑海中似乎响起了系统最后的提示音，却模糊得听不真切。刺眼的白光晃的秦朗眯起了眼，鼻尖萦绕着浓郁的消毒水气味，耳边是滴滴作响的仪器声。他费力地睁开沉重的眼皮，映入眼帘的是白色的天花板和悬挂着的输液瓶。主治医生正在记录病历，察觉到动静抬头，惊喜道：“醒了，病人醒了，快测一下血压和心率。”这是在哪？小伙子，你终于醒了，这里是第1人民医院。你昨天过马路的时候，一辆失控的货车撞了，送到医院时已经休克了。我们抢救了整整8个小时，才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。被车撞了，抢救8个小时，这些字眼如同惊雷般在秦朗脑海中炸开。他猛地抬手，看着自己手腕上那道熟悉的疤痕，那是他高中时打篮球摔的。穿书后，那道疤痕就消失了。穿书、周泽清、陈平安，那些都是梦。小伙子，你是不是还有点头晕？别多想，你只是失血过多导致有些意识模糊，好好休息几天就能恢复了。你的家属我们已经联系了，
马上就到。半小时后，秦朗被转移到普通病房，他靠在床头，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，心中满是失落和茫然。那场惊心动魄的穿书之旅，终究还是一场空。小伙子，你的手机我们给你消毒了，刚才有个银行的短信发过来，你看看要不要回复？秦朗接过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着一条未读短信，他自嘲地笑了笑，心想自己在梦里赚了金山银山，现实中恐怕还得为医药费发愁。他漫不经心地点开短信，看清内容后，整个人瞬间僵住。秦朗瞪大双眼，反复确认短信内容，声音颤抖：10亿美颜单吸水弹，那不是我穿书的产业吗？秦朗猛地掐了自己一把，清晰的痛感传来，这不是梦，那穿书的经历不是梦，这10亿转账是他在那个世界翻云覆雨的证明。原来不是梦啊，系统够意思。